被丧尸围攻后，我失去了一条腿。可奇怪的是，第二天断腿处竟长出了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流口水。只因我在末世前没有觉醒异能后遭女友背刺，然而就在被丧尸蹂躏后，却发现自己还有人类意识。原来我并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我才是这个末世唯一的王。当我第一次在丧尸堆里睁开了眼，竟发现自己的腿被这群家伙吃掉了一条，哪个的给我左腿吃了？现在估计连柳如烟的奶奶都追不上，还怎么复仇？但很快我就被旁边一个脑袋发光的丧尸吸引。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他脑袋里一个晶体在发光，并且像是有某种吸引力一样诱惑着我，让我很冲动的想撬开他的脑袋吃掉晶核。于是我就找到了一根杠铃杆，随即艰难的跳到丧尸背后，用尽全身力气将那西瓜砸烂，随后像是在遵从自己本能一样将晶核直接吞下。而下一刻我终于悟了，恋爱脑会死，但丧尸脑能活。为什么别人都觉醒了异能，偏偏自己没有？因为我觉醒的是丧尸之王，只有成为丧尸之后，才能看到异能者和其他丧尸的晶核，并且能将其吞噬成为自己的能力。而刚刚我吞噬的竟是一颗初级治愈系晶核。随后我看着自己正缓慢生长的新腿，欣喜不已。长得慢点真的无所谓了，毕竟是将要有腿了嘛。随后我就跳向了丧尸群中，想找其他有晶核的。然而找了很久，却再也没有看见拥有晶核的丧尸。原来晶核是如此的稀有，而自己的小腿又如此的不便，于是便打算出去找辆车开着。很快我就在一处别墅的后门停下了脚步。然而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却惊呆了。只见一个脑袋里有金色晶核的女生就站在车前，但我可是个还有人性并且现在还不太饿的丧尸，自然是不会吃掉面前这个漂亮的女生了。于是便想告诉她，美女别怕，我不会伤害你。但是张大的嘴巴里只发出了恐怖的哦哦声。女生见状，双腿颤抖个不停。你别过来啊！见状我便开始给她比划起了手势，指了指女生，又指了自己的嘴，然后摆了摆手，表示自己并不想吃了她。可没想到女生看见了我的手势，但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是想说让我进到你嘴里，不要挣扎？接着就又是颤抖又是哭。见状我一阵头大，但还是耐心的换了动作顺序，先指了指自己的嘴，然后摆了摆手，最后指了指女生。只见对方在一顿拆解分析之后，你不喜欢我，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了，但你不要吃我啊！这该死的恋爱脑啊！这下我是真的有点想吃掉他了。随即便跳向了他，然后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钥匙。没想到对方竟直接吓晕了过去。很快我就出现在了市区丧尸多的地方，随即干净利落的解决了一直有晶核的丧尸。在吞下晶核后，发现是一个初级速度晶核，但让人难受的是还得等小腿长大才能体验。接着我就走进商场里看看还能有晶核补，可就在里面浪荡一圈，竟再没找到带晶核的丧尸。于是我小小的尸脑里有个大大的疑问，有晶核的丧尸这么少，为什么那个女生会有？还是活人都有？想到这我便打算找些活人验证验证。可末世初期街上根本就没有人出来搜集物资。对了，我应该看看柳如烟他们有没有晶核。很快我就开车返回了顾云熙的家中。顾云熙依旧站在远处瑟瑟发抖的看着我，而我则将一个行李箱推到他面前，并示意他打开。而这次他终于懂了，当他打开后发现里面竟都是食物。接着我指了指食物，再指了指他，又指了指嘴，表示这些东西是给他的，快吃吧。然而他又在里面加戏了，食物给我吃，你再吃掉我。又是熟悉的颤抖加流泪。很快我就徒步来到是自己的却回不去的家。开车目标还是太大了。柳如烟父母的异能倒是非常的鸡肋，一个是火柴般的生火技能，一个是能吹微风的风系异能，但是柳如烟的水系异能竟能释放冰柱，而且那刘浩更是能够让力量翻倍的战斗异能。我可不想现在就被抓住再胖揍一顿。很快我就在暗处看清了一切，一个蓝色晶核，一个绿色晶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蓝色晶核，应该是柳如烟的，有可能她的水系异能不是初级，但却没有发现另外两人的晶核。盲猜一下，可能只有强大的异能才会产生晶核，所以有晶核的丧尸可能生前就有强大的异能。想到此处，我忍住了心中的杀意，就算现在把丧尸都聚集过来，但自己家的大门很结实，就算往里放火也会被柳如烟的异能扑灭。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死在丧尸手中太便宜他了。很快我再次敲响了顾云熙家的门，在他一脸的惊讶中，我又一次将车开走了。真是个奇怪的丧尸，这是把我这儿当车库了。此时网上却有一条视频，这个人怎么开车没丧尸理他？难道丧尸不喜欢粉色迷你？那我的小米Q7 Ultra 满配丧尸会喜欢吗？很快在街上游荡的我终于有所发现，真是上天眷顾，又让我发现两个晶核亮点。而等我靠近才发现竟是两个大活人。南哥那边好像有丧尸，我害怕。别怕，我会保护你的，而且你是火系异能，有丧尸你烧他们就行了。南哥你的异能是什么？怎么没听你说过？我的就是能生成个空气墙，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这样啊南哥，那你确定对面小区就有商店吗？有的，我还去买过烟呢，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见只是两个搜物资的情侣，我就打算离开，毕竟听两人对话似乎还挺厉害的样子，我这贸然上去说不定会被反杀。可就在这时，只听女生一声尖叫，南哥有丧尸啊！原本转角只有几只发呆的丧尸，可他这一嗓子就吸引来周围好多只。女生虽有火系异能，却从没使用过，此时的她双腿打颤，跑都跑不动。南哥救我啊！男人见状大骂一声晦气后，突然停下了脚步，对不起了。接着没等女生反应过来，男人抬手就有一阵白光闪过，女生瞬间便陷入短暂的失明，下一刻就被丧尸群淹没，而男人则趁机逃走了。见状我真是有点替那女生惋惜，那男生的异能哪是什么空气墙，分明就是个强光手电筒而已。然而只是片刻功夫，丧尸们就分尸完毕。见状我却没着急去解决吃掉晶核的丧尸，而是拿起一块石头，狠心的发动了速度系异能朝男人追去。此时男人只觉得身后有个类似拖拉机的东西拧来，所以他就好奇的回头看了一眼。最后男人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丧尸，放着那么香的女生不吃，反而提个板砖锤自己。此时第一次锤死人类的我反倒没什么感觉，看来自己真的是个异类了。但我很快将这些杂念抛之脑后，将绿色晶核一口吞下，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舒
舒畅感。至于这家伙的尸体，我毫无兴趣。似乎变成丧尸后的自己并没有恶意与困意，只有对金河吞噬的欲望，并且这种欲望还能被自己控制。这难道就是丧尸之王的能力吗？很快我就返回找到了那只吞了金河的丧尸，一把就将他从尸群中拎了出来，如同开核桃一般从他脑袋里拿出了金河，一口吞了下去。下一刻，只见我的身体竟发出了金色的光，一股力量感席卷了全身，甚至我能清晰看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变化，似乎高了一些，更结实了一些。感受着自己刚刚得到的能力，瞬间手中就出现一个十分耀眼的光球，果然用处不大。随着我的意念变化，指尖出现了一团能控制大小的火焰，轻轻一挥，火球竟能脱手而出。不愧是蓝色金河，确实好用。我终于算有个攻击技能了。随后便又在城区转了一圈，然而并没有发现其他金河亮点，于是就又打包了一个鼓鼓的行李箱回去了。然而没想到这次竟让我看到了自己脑子里的秘密。为了搞清楚顾云熙的金色金河有着怎样的能力，我再次打包2箱食物回到他家。顾云熙一脸疑惑：“你到底是什么？是丧尸吗？”闻言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表示我虽然是丧尸，但有人的意识。可没想到顾云熙一脸认真：“你是丧尸，但现在脖子疼。”我的内心在疯狂咆哮，于是便找了笔和本子写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顾云熙一脸惊讶地看了看我，随后便接过本子写了3个字：顾云熙。一瞬间我的尸脑又萎缩了，如果我吃了这个金色金河会不会变傻？接着便在本子上狠狠地写下：你难道没发现我能听得见？哦，对哦，我忘记了，你的异能是什么？顾云熙却一脸失望道：我没异能。见状我有些疑惑，但以他这样的脑子肯定不会骗人，况且我自己的异能也是变成丧尸后才出现。突然我想到还没见过自己的金河是什么颜色，然而当站在镜子前，我整个人却愣住，我的身体不仅散发着黑色的能量，就连自己的金河都是黑的发乌光，没有异能显现的金色金河，变成丧尸才有异能的黑色金河，这一切究竟代表着什么？第二天一早我便打算出门继续寻找带金河的丧尸。现在每过一天消耗完食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届时因为出门搜物资而死亡的人就越多，那带金河的丧尸自然就满大街都是。直接无差异杀人取金河的话，风险实在太大，说不定会引起官方注意，把自己抓起来切片研究，或者也会被一些强大的异能者杀死。很快那辆粉色美女又被挂在了网上讨论，而最大的猜疑就是这个车主有不会引起丧尸注意的异能。此时作为保险理赔员的于江默默地打开保险系统，在一番操作后，于江眯起了双眼。顾云熙家住河西区蓝山别墅16号，如果控制了她，那么以后的物资可就不用愁了。如果再是个美女的话，嘿嘿嘿，在没有法律的约束之下便可以囚禁她，掌控她，霸占她，让她哭，哈哈哈。此时在一家快餐店搜寻无果的我正打算离开，可就在这时身后却出现一个女生：这边有便利店物资还挺多，你不来拿吗？闻言我当作没听见，就要开车离开，然而她的叫声却吸引来一只丧尸扑向她。林露露见状抬手就是几道光剑射出，可那杀力巨大的光剑不仅穿透了丧尸，并且还打爆了我的轮胎。见状我心中一阵恼火，下车便开骂：你这多管闲事的女人，不会射还要乱射。然而嘴巴里只是发出了恐怖的啊声，一瞬间林露露的眼中满是恐惧，这究竟是丧尸还是人类？随即抬手就又射了几箭，可我只是几个闪身不仅躲过箭矢，还瞬间出现在她面前。下一刻一颗炙热的火球就出现在她面前，就在林露露一脸绝望中，火球却直接击中她身后的丧尸。随后我看向满脸诧异神色的林露露，没想到对方竟也是一名金色金河持有者。你为什么要救我？面对林露露的疑惑，我却并没有回答她，而是径直走向小粉。林露露明白以我的实力根本就不惧刚才的丧尸，是自己好心办了坏事，于是便歉意地说道：对了，我知道附近就有一家车行，应该有维修工具。闻言我只是示意他前面带路，就在距离车行不远处时，却看见大量的丧尸聚集在前去的必经处。正当林露露有些犯难时，却有人叫住了她：走这边，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过去。只见一个女人就在不远处的地下通道处招手。林露露见状满脸感激地走了过去，而我却只是邪魅一笑，继续跟在身后。姐姐，这个通道的方向对吗？我怎么感觉走反了呀？可就在林露露话刚说完，情况突变，张岩做得不错，这小妞可漂亮得很，而且还有一整包的物资，那王哥就交给你了，后面还有一个小子跟着。林露露瞬间反应过来处境不妙，就准备抬手蓄力光剑，然而此时她却感觉自己双手沉重的根本抬不起来。小妹妹，这里没人能战胜我们，一个范围夜视能力，一个重力异能，一个治疗异能，你就老实的接受折磨吧。说完，男子却拿着匕首一脸坏笑的走向了我。然而我本来只是想过来看一下这个我在老远就看见的蓝色金河会是什么技能，没想到对方直接把3个都介绍了，那我就可以放心的不留后手了。瞬间一阵刺眼的强光在通道里炸开，下一刻所有人都痛苦的闭住了双眼，随后就是为首男子浑身着火后的惨叫声，而另一人则向着声音的方向摸索，试图给对方发动治愈异能。可下一刻他就被匕首刺穿了喉咙，被痛苦和恐惧席卷的他就想给自己发动治疗，可一切都太晚了。最后一人似乎感受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同时朝着脚步的方向不断释放重力异能，可感觉脚步还在不停靠近，最后依旧在绝望中被刺穿喉咙。当林露露和张岩再次睁开双眼时，林露露直接导出了3年前吃的饭，因为我已经剖开了3人的脑袋。张岩则已经被恐惧的忽视了恶心，因为他才看清眼前之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类。而此时我感受着吸收完3个金河的身体变化，没想到同类型的金河还能融合，现在我不仅再生能力得到了加强，甚至可以使用出治愈的异能。于是我便来到张岩的面前，挥手就在他的胳膊上划开一道口子。就在对方一阵颤抖的时候，我却发动了治愈能力，而当我看见伤口愈合住了，便又给他来了一刀，随后又发动了治愈能力。反反复复之后，我终于搞清楚了治愈的最大限度，只要是伤口都可以治愈，但很深的伤口愈合速度就会变慢，并且断肢不能重生，最重要的是致命伤也不可以治愈。此时的我平静地看着面前的林露露，只要对方起一丝杀意，我就会毫不犹豫吃掉那金色金河。然而林露露只是小心翼翼地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2次。见此，我只是随意的说道：“走吧。”可林露露却惊讶的捂住了嘴巴。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竟然可以开口说话了，只是舌根还有些硬。你到底是人还是丧尸？生前是人，死后还有意识。林露露瞬间了然，丧尸的外表但行为更像一个人类。随后在众丧尸视若无睹和林露露满脸惊讶中，我直接进入车行拿了一个轮胎和一把车钥匙。随着返回时，我感受着自己和路边丧尸的联系，似乎变得更紧密可控了。看来丧尸之王的能力终于得到小幅度的增加。等拉着满满2车物资再次回到顾云熙家中，然而两女四目相对，好久的沉默。难道这就是他的女朋友？每天出门就是为了找他？林露露则看着顾云熙凹凸的线条，不自觉咽下了口水。看来他生前就住在这，两人都同居了，于是便亲切地喊了一声：“嫂子，你好。”见状，我直接大骂一句：“有病啊你！不是一对的好吗？”而顾云熙看着面相越来越正常的我，惊讶道：“你终于能说话了呀！”随后在一番简短的解释后，两女也终于明白我有家不能回的原因，因为此时我的家已经被柳如烟一家给霸占了。而闻言后的两人愤愤不已，太过分了，怎么会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此时的我却盯着一个方向，双拳紧握，只要天黑我就可以完美发挥我的能力，并且丧尸在夜晚的能力也会更强，能够控制的尸群数量就会更多。然而就在我将要施展行动时，却清晰地听到院门被打开的声音。在于江满脸阴森地闯进门的那一刻，只见他的周身悬浮着数把钢刀。然而等他看清屋里人数后，才知今日失算了。可下一刻，林露露直接向着对方发动了光剑，于江聚齐的钢刀护盾只在一瞬间就被击溃，胸口的大洞示意着他今天的出师不利。此时的林露露看着自己的双手，满脸失神，我的光剑怎么会有这么大威力？而这时我则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为什么每次在顾云熙的身边发动的异能总是难以控制？或许这个答案就在顾云熙的身上。随着心念一动，于江的尸体就瞬间被大火吞噬殆尽，只留下了一颗紫色金核。而就在我将金核一口吞下时，身体竟缓缓升到了空中，一股恐怖的黑色能量在不断的汇聚。而恍惚间，我便觉得自己陷入了沉睡。梦中的我身前有数万丧尸大军，身边还站着几个人，而远处则是人类的异能者，好像是在对峙。而等我再次苏醒后，便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进行了蜕变，不仅外貌与人类无异，而且身体内蕴含的能量感也强大了许多。接着为了验证我的猜测，便用很小的能量发动火系异能。然而本该弱小的火苗却冲天而起。我猜你的异能就是增强，可以让别人的异能得到大幅度强化。你现在尝试主动断开对我的增幅。顾云熙闻言便开始摸索起来。下一刻，只见我手中的火球瞬间小到只有一缕火苗。太好了，原来我不是废物，原来我是能增强别人的异能。然而我却皱起了眉头。如果说他的异能只是增强，那么刚刚他主动断开增幅后，我的火球也不该如此弱小。如此一来，答案只有一个。于是我就让手中的火球瞬间变大。现在你来让这个火球变小。果然在他的一番摸索后，火球的能量真的被他控制。见状我不免有些惊骇，如此霸道的能力完全可以左右战场的结果。随后我便对着顾云熙说道：“现在可以准确告诉你，你的异能并不是增强，而是可以调节对方的异能。”顾云熙闻言只是激动的想哭，原来我真的不是废物。而看着同为金色金核的林露露，估计她的异能也不会就只是个光剑，但还得在以后去验证。眼下我还是得进行自己的计划。很快柳如烟一家就陷入了恐慌中。浩哥，我怎么听到好多丧尸的嚎叫声？而当二人看向窗外时，瞬间汗毛直立。什么情况？如烟，我们被丧尸包围了。可就在众人有些惊慌时，大门却自动打开了。谁特么这时按遥控器了？赶紧关注啊！四人八目相对，瞬间惊慌失措。只是片刻，丧尸就冲进屋内。刘浩拿着菜刀就砍向围来的丧尸，姑爷要保护好我俩啊！如烟不能没有父母的。可此时的刘浩菜刀都砍卷刃了，依旧无法阻挡尸群。而下一刻，他的眼中满是疯狂。你们两个老东西异能这么废物，那就贡献出身体吧！不等两人有所反应，就被一手一个当作盾牌推着向门外冲去。下一刻，刘浩竟发现所有丧尸都被他的气势镇住，甚至还缓缓让出了一条路来。一瞬间，刘浩欣喜若狂，真是老天给我生路啊！然而直到他冲到我的面前，才发现好像并不是他自己的气势强大，而我正饶有兴致地盯着三人不明的笑。随即周围的丧尸也在此时缓缓围过来，可不等三人有所想法，就被眼前的异象惊呆了。只见几只丧尸开始缓缓地叠成一个王座，而我则顺其自然地正坐其上，如同君王般地俯视着三人。而三人见此一幕，一时间竟不知是跪是站。只见柳如烟他妈眼珠急转：“你是陆川？川啊，你可要为叔叔阿姨做主啊！”这刘浩狼心狗肺，竟拿我俩当挡箭牌。川啊，叔叔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都是因为刘浩逼迫我们那么做的。阿姨看你和如烟才最合适。然而我却只是冷冷地说道：“我并没允许你们站着和我说话，跪下！”同时对三人施加重力异能。柳如烟的父母瞬间满脸痛苦神色，同时巨大的压迫感完全让刘浩的力量异能无法施展，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让他急忙开口：“陆川兄弟，都是柳如烟那贱人勾引我，也是他出的主意要我们过来占你的房子，更是他让我把你丢出去的，不关我的事啊！刘浩，你个丧良心的，我们如烟那么善良，怎么做那些事？明明是你教唆如烟配合你做的。”看着眼前戏剧的一幕，我并没有阻止。而就在此时，派出搜寻的丧尸也带回了狼狈的柳如烟。而看见我后，柳如烟明显有些愣神，但很快就挤出了温柔的笑容，贴在我的腿上。川哥，我好害怕，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其实我每天都在想你，只是我听着有些犯恶心，就一脚将其踹飞。没想到对方却又哭着爬了起来。川哥，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听刘浩的花言巧语。如烟知道错了，我们回到从前好吗？同时的他还试图展示自己的曲线和温柔，而刘浩也快速爬来，开始不停祈求：“川哥，柳如烟她就是个贱人，我以后就是你的一条狗，绝对不会背叛你的。”没想到我竟平静地说道：“我知道你不会背叛我，那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刘浩闻言大喜过望，就要再表忠心，可就在下一秒，我的手就穿透了他的心脏，一瞬间几人呆滞的呼吸都快停止。只见倒地后的刘浩
浩竟再次站了起来，但却只是僵硬的移动到了我的身后。柳如烟父母在漫长的震惊后便不停磕头：川啊，我们一家3口不容易，你和嫣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把你当亲儿子看，你就饶我们一命吧。看到父母的样子，柳如烟终于回过神来，与其直面死亡后变僵尸，不如摇尾祈求生路。川哥，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有二心，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闻言，我丢下一把匕首，冷笑道：现在把他俩杀了。成为丧尸之王后的第4件事，就是让前女友亲手杀掉自己的父母。柳如烟，你要是再不动手的话，就随他们一起死了。而听见我的话后，柳如烟身体一颤，但还是拿起匕首朝着自己的父母走去。如烟，你要干嘛？你不要丧尽天良啊！你不是有水系异能吗？为什么就不反抗一下？爸妈到了下面之后别怪我，本来物资就不多，你俩的异能还那么没用，把这机会就让给女儿我吧。说完后的柳如烟满眼尽是恶毒，就连接连刺向父母的动作都是没有丝毫犹豫。在这一刻，他内心的自私已经大于了养育之恩。随后的他甚至挤出了一个病态的笑容：川哥，我们就像从前那样吧，没人会阻止我们了。而我只是面带不明笑意的看着这一切。从我被扔出这院子的那天起，我的心中早已演绎了无数遍今天的结果。而此时我最好的兄弟宋怀却满脸焦急，异能基地的负责人李静茹一脸不悦：为了一个人让这么多人冒险值得吗？如果你不帮我去救援，我是不可能加入基地的，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并没有，这只是我加入基地的条件。李静茹看着宋怀坚定的眼神后叹气道：吴谦，你们第2小队就负责保护宋怀营救他朋友。闻言，吴谦一脸疑惑：首领，这新来的什么异能，什么人有这么重要？而李静茹只是严肃道：执行任务，不要询问。随后宋怀就跟着第2小队前往南山避暑区。而宋怀之所以要找到异能者基地，以加入异能者基地为条件，要求帮助来搜救，因为他的异能确实算得上强大，但却并非是用于战斗的。就在他得知我将柳如烟一家接来自己家中后，就开始心感大事不妙。以柳如烟的种种行事风格来看，我就更会被那一家人玩得团团转，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来救我离开。只是他还不知道我即将要结束这一切。此时的我看着不人不鬼的柳如烟，心中却没有半点波澜。我会让他痛苦的活着，一遍遍的折磨后，再用异能治愈他，让他在无尽的痛苦中死去，才能平复我恨。可就在这时，我却从远处的丧尸那里得到一丝信息，有装甲车靠近。同时在家的林露露和顾云熙也看见了进入小区的装甲车，能调动装甲车的一定是官方的人，那陆川这样的肯定是其首要消除目标。不行，露露我有点不安，我怕陆川出事。随后2人便打算出门来找我。随着装甲车快靠近被丧尸围住的别墅时，车上的老者突然睁开眼睛，附近有水系异能者存在。其他几人闻言瞬间欣喜起来，看来这趟还是不会白跑。末世后的水系异能者可是能够提供稳定的淡水资源。随即吴谦便在车顶看向别墅里被丧尸围住的柳如烟，吴谦便确定这就是那位水系异能者。然而当他的视线对上我的眼神时，一股他从未感受过的压迫感从他心底发出。但很快他就下定决心，要是能带回基地一名水系异能者，那可谓是大功一件。随即直接拧出一把冲锋枪，开始向尸体射击。受到攻击的丧尸群瞬间就开始向装甲车围攻，而听见枪声后，柳如烟内心有些窃喜，却依旧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后来者一方强大，就择机逃离；如果还是陆川厉害，那我依旧按兵不动。但如果选错了，那一定会死。同时，车里的宋怀由于看不到外面情况，只能祈祷那个水系异能者就是我。1点钟方向，水系异能幸存者；11点方向，丧尸变异体。对方未采取行动，但和之前接触过的变异体都不一样，要小心。而车内的崔子轩只是点了点头后，身形便消失不见。可就在这时，老者再次突然开口：有新的异能者出现，对方异能很强大，似乎是掌控。孙涛闻言惊讶道：这地方真是卧虎藏龙，传说级的异能都有，如此一来这波稳了呀！掌控者到场，就算变异丧尸不一样得死。而就在这时，我却只是抬了抬手，下一刻所有丧尸便停止了进攻。就在众人一脸震惊时，一个直击心灵的声音响起：这是我的私人恩怨，还请你们不要干扰。吴谦强定心神，大声喊道：王老师，1点钟方向到底有没有生命体征？然而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生命体，是丧尸。吴谦顿时咽了咽口水，瞬间感觉这是一次凶险至极的任务。此时就在柳如烟内心忐忑不安时，却感觉有人拉住了自己的手。一瞬间他惊慌地看向周围，却没见任何人。而下一刻我的声音再次响起：我说过了，这是我的私人恩怨，请各位不要干扰。同时一股巨大的压力袭来。下一刻，崔子轩一脸痛苦地显现在柳如烟身边。子轩，吴谦瞬间满脸紧张，眼前的情况完全超过了他的理解。眼前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又是怎么发现崔子轩的？而此时，孙涛急忙出现在车顶上：是我们打扰了，刚才的举动实在抱歉，您放了我们的人吧，我们立刻就离开。柳如烟见状，心中庆幸不已，幸好自己没听愚蠢的老妈和他硬拼，不然死的肯定是自己。而我见对方似是明白了我并没有太大恶意，就撤去了施加在崔子轩身上的重物。然而我却忽略了崔子轩朝向孙涛的一个眼神。下一刻，只见一脸笑容的孙涛瞬间气势爆发，在极快的速度内，数道闪电向着我袭来。陆川小心！刚刚赶来的顾云熙瞬间向着孙涛发动逆转力量，孙涛只觉自己的雷电威能缓缓消散去。就在我的视线被吸引的那一瞬间，意外突发，崔子轩竟直接抓住柳如烟，仅一瞬间便回到了车顶，而其他几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崔子轩赶紧触碰几人继续转移，可就在所有人身形消失的瞬间，一道白光闪，柳如烟当即喷出一口老血，但下一刻所有人都出现在了基地里。就在宋怀看清被救回的人竟是奄奄一息的柳如烟时，焦急万分。刚那里没有其他人了吗？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生，大概1.75米左右，面目清秀？吴谦闻言后摇了摇头。
头，宋怀瞬间感觉浑身无力，可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抓住柳如烟就是一顿狂甩。陆川呢？陆川去哪了？你把陆川怎么样了？可昏死过去的柳如烟动都没动一下。在被其他人拉开后，宋怀又找向崔子轩，陆川一定在那呢，我听到有人叫他名字了。崔子轩，你再带我回去。满脸煞白的崔子轩无力道：小哥，你还让不让我活了？陆川不会是你老婆吧？孙涛见状立刻推开宋怀，子轩差点为了这次的任务死，你他妈别再找他了，我们队伍不会再管这件事了。一瞬间，基地的人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战力顶尖的二队为了一个任务丢了一辆装甲车，救回一个水系异能者，而几人的异能几乎耗光才勉强回来。此时无奈的宋怀找向李静茹，刚才在战场上我听见有人喊我朋友的名字，他一定在那，我需要回去找他。而李静茹一脸淡然，现在回去太危险，很多事情并不明确。那如果我朋友就是那名掌控者，不救他岂不是损失很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更不可能去救了，因为那掌控者帮了那个怪物，你朋友和丧尸是一伙。宋怀瞬间有些失神，明白了这里是不会有人再帮他，于是便要出门离开基地。而就在这时，李静茹却淡淡道：咱们的交易是基地帮你找人，回来后你加入基地，现在交易达成，请不要反悔。放屁，就算你们控制了我，我也不会使用异能的。可闻言后的李静茹竟一脸邪魅，洛娜，这个小友想要加入咱们的大家庭，但情绪太激动了。下一刻，只见一名女子的手指在宋怀的额头前，你们要做什么？放开我，放开我！尊敬的首领，我会为基地奉献自己全部力量。被丧尸围攻后，我失去了一条腿，可奇怪的是，第二天断腿处竟长出了小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流口水。只因我在末世前没有觉醒异能后遭女友背刺，然而就在被丧尸蹂躏后，却发现自己还有人类意识。原来我并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我才是这个末世唯一的王。就在异能基地的人冒险从我手中救走柳如烟后，我就平退了周围的丧尸群，然而却留下了已经成了丧尸的刘浩。刚刚我若强行出手，也能留下对方几人，但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好与官方正面交恶。再者，刚刚那几人中除了4个紫色晶核异能者，还有一个我不能确定级别的红色晶核，在没有全胜把握的情况下，只有从长计议。此时的丧尸刘浩乖巧地跪在我的身前，有点血腥，你俩确定要看吗？顾云熙闻言转过身去，而林露露却睁大眼睛，势必要看清楚一切。下一刻，只见破开的脑袋里出现一个绿色晶核，哇，这是什么？你就是吃这个进化的呀？而当听见林露露的话，我瞬间又起了试验的心思，随即一把拉住对方，将晶核直接塞进他嘴里。就在林露露几声咳嗽后，陆川哥哥你好坏啊，怎么样，有感觉吗？而林露露只是摇了摇头，她现在只是有点害怕，如果消化不了，那要怎么排出呢？果然只有我能吃这玩意。如果说你在排出的时候害怕痛苦，那完全不用担心的，我有治愈异能可以帮你边排出边治疗。果然就在当晚，房间里充斥着林露露又爽又痛的叫声。然而当我再次拿着烫手的晶核，却不知道该如何下嘴。可满脸虚弱的林露露还在催促陆川哥哥，你吃啊，你快吃啊，为什么不吃啊？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终于在我认真的冲洗了99遍后，心中一横，为了升级干了。随后我便想起了白天的事，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都会选择毁灭，并且顾云熙也露面了，这里也将不再安全，明天就得撤离。接着我便回到自己的家中，想拿回手机，而当我打开手机，才看到好友宋怀的消息：陆川，你觉醒了什么异能？陆川，你人呢？柳如烟一家把你怎么样了？你等着我去找人救你。陆川，我去异能者基地试试，我的异能肯定能通过他们的检测。陆川，等我。看到对方一连串的消息时，我竟有些难过，但拨通对方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如果他找上了基地，那今天突然到来的官方异能者会不会是他在找我？但现在为什么又联系不上？顿时一股不明的危险感涌上心头。第二天我就锁定了在安顿下2人手机一我就离开，继续出发寻找晶核，打算尽快升级。但就在命令一些带有晶核的丧尸自己过来时，却出现了意外情况，竟有一只丧尸没有听从我的指令，而他脑袋里的正是一颗金色晶核。难道金色晶核级别的丧尸我不能控制？可当我正想细细研究下这丧尸的脑袋时，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猛男，你疯了，距离丧尸那么近。但是当看到丧尸身上的大背包，猛男眼睛一亮，当即就要一刀劈开这丧尸抢物资。下一刻，男人的身体就结实的撞在凭空出现的墙面上。男人一时有些惊讶，变成丧尸了还有异能，但他也失速，调整姿势后再可地下竟窜出数道岩刺射向男人，却又被男人的身体强化异能化解。下一秒，长刀直逼丧尸脑门。然而他想象中的场面却没有发生，因为他的身体又被一面岩墙挡了回去。可还不等男人再次有所反应，身后又出现一面墙，瞬间2强合一，男人在剧烈的挤压下成了一滩肉泥。而随后丧尸继续无视我，固执的向着一个方向移动。见证了眼前的一幕，我的尸脑又开始发痒。这能保留异能的丧尸我也是第一次遇见，可不得好好思考思考。就在吞下了猛男的蓝色晶核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干他丫的！下一刻，一颗巨大的就砸向丧尸，与那突然出现的岩墙接触后瞬间爆炸。就在丧尸一声咆哮时，我便感受到了自己脚下异动的能量，同时我则控制猛男的长刀飞向丧尸头部。没想到如此近且隐蔽的攻击都能被发现，只见突然出现的岩墙直接挡住飞刀，而同时我脚下也射出了密集的岩刺。在急速变换位置后，不禁有些感叹，这丧尸出招够狠，这颗金色晶核也够强。那这样的话，我就更加想要得到。但如果他的手段就是用岩壁将自己包住，那确实只有近身才能取其尸头。但不巧的是，丧尸似乎也明白了我的意图，瞬间数道岩墙拔地而起，试图阻止我前进。但我只是几个闪避就躲过了前面几道，最后一道岩墙直接将肉体强化，借着冲击直接撞碎。下一秒，斧头和长刀双双而至，可依旧被再
消了不少伤害。况且他是丧尸，一点小伤根本不会有知觉。见此，我心中郁闷不已。如此强大的异能者到底是怎么变成丧尸的？而此时就在远处的杜林被战斗吸引过来，看见战斗场面后惊叹不已，真不敢相信丧尸竟能使用那样的技能，比之前遇到的变异种更加可怕。而这个青年也强得无边，好似拥有多种异能一样。这样的人必须是我介绍进异能者基地才行。就在我对着丧尸僵持不下时，却感觉到了人类靠近，而见对方只是对着丧尸发动异能，我就专注起来。下一刻，丧尸附近的地面伸出无数藤蔓，瞬间将丧尸裹成一颗大粽子。见状，我直接一颗大火头才结束了这一切。谢谢。杜林闻言直接说道：“来异能者基地吧，你这样的强者在基地根本不缺资源。但我只是收起金盒和被丧尸保护的背包就匆匆离开。我现在迫切的想吸收掉这个金盒，但有过上次吸收金盒后沉睡的经历，我可不敢在大街上随意吸收这颗金色。然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吸收了这颗金色金盒后，竟让我再次见到了恨之入骨的柳如烟。成为丧尸之王后做的第6件事，就是要立即建造一座钢铁堡垒，还要收服108个忠诚我的人类强者。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很难缠的点，那就是人类组建的异能者联盟。就在我拿着金色金盒回到临时据点打算进阶时，却发现隔壁几个歹人正在抢夺一对母女的物资。就在男人的榔头将要砸向孩子的头颅时，可他却发现往日顺手的榔头今日却怎么也挥不动。同时几个随从手中的武器也竟都悬浮在空中。可还不等男人疑惑出手，下一刻所有人都惨死在了自己的武器下。此时我回味了一下刚才使用控制金属异能时的手感，怎么说呢，确实不如那万磁王厉害。然而当女人看见我时就瞪大了双眼，可说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感谢的言语。请问你这背包是哪里得到的？背包的主人你看到了吗？看着女人似是焦急的神色，我心中便有了答案。看来刚刚杀死的那个有金色金盒的丧尸，生前就是这家人的顶梁柱，怪不得他会那么执着地向着家的方向走。他死了，让我把这包物资交给你。女人闻言瞬间泣不成声，仅存的希望还是破灭了。他俩需要的不是这一小包物资，而是能守护他俩的丈夫和爸爸。随后再回到房间后，便叮嘱顾云熙和林露露，在我吸收这颗金色金盒后，大概率又会陷入沉睡，还要麻烦你俩照顾1、2。而就在金盒入口的瞬间，我的周身便再次旋起黑色能量，如同黑洞般疯狂吸收吞噬着周围黑色的雾气。而下一刻我就进入了梦境中，可没想到这次竟然是个噩梦。梦中的我与人类发动了全面战争，而昔日最好的兄弟宋怀却目光呆滞地杀向了我。丧尸大军被人类异能者战得溃不成军，顾云熙替我挡住了一把利刃，自己却被洞穿身体。林露露则被飞来的武器斩去双臂，痛苦不堪。而我胸前正插着宋怀亲手刺入的长刀，最后在另一名人类的斩击之下掉了脑袋。不要！一声大喊后，我终于从噩梦中惊醒，而面前除了林露露和顾云熙，还有先前救下的母女2人。川哥，多亏了张云姐姐，你之前的状态吓死我俩了。张云一脸的不好意思，没想到我的安抚异能还能发挥作用，原本还以为就只能让我家小轩不那么害怕。大哥哥，我们是来感谢你的，是你救了我和妈妈。但现在的我心中满是空洞的感觉，似乎是一股巨大的悲伤感席卷着自己。原本以为我就是一个怪物，不会有太多情绪，可刚才的梦境显然让我感受到了绝望。随后在和几人简单的交谈后，便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现在我可以确定自己在突破进阶时必然会陷入沉睡，并且估计在之后的进阶中沉睡时间会更久。那么这个我休眠的阶段是最脆弱可杀的时候，这样一来我就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基地，还需要几位不会对我有任何敌意的帮手。我想打造一个理想的据点，这种居民区还是不够安全，你们可愿意帮我？顾云熙和林露露自然是满口答应。我的异能肯定不可能通过检测加入异能者基地，如果能到你的据点生活，我们母女会感激不尽。然而我直接凝出自己猩红的双眼，再次问道：如果是这样的，我其实算一个丧尸。小轩不怕大哥哥，大哥哥是好人，我的命都是你救的，我愿意。最终在张云他大舅的二哥的三奶奶那里得知，就是张云的邻居苏琪的哥哥苏申在一家高级酒店做管理，现在被困在了那里。但是酒店有独立的净水和供电系统，只要清除所有丧尸就是个完美据点。随后我带着几人便赶去了酒店中，一路上我能感觉出这次进阶后的我能控制到一片小区大小区域的丧尸群，并且还体验了一次瞬间洗澡的感觉。因为苏琪的异能竟是清洁，就是能在不用水的情况下将物体瞬间洗干净。而小轩也为大家展示了自己的异能，能够变出一只小熊，不算可爱的那种，但我看着他脑袋里紫色的金盒，便知道他的异能肯定不会就是如此低级。最终我在驱离了酒店所有丧尸后，大厅则聚集了35位幸存者，大家不必害怕，现在的酒店已经没有了丧尸，我的异能能够暂时支开他们。我会将这里打造成据点，同时会给大家提供物资保障安全，但同时你们也要如实告知自己的异能，并且不能做背叛据点的事情。当然现在想离开的，我也会保证你安全走出酒店。看着乖巧的让出一条路的丧尸们，最终只留下了6人。登记异能，欢迎入住末世酒店。而在异能者基地苏醒后的柳如烟很快成了此处的香饽饽，可吴谦还是决定去搞清楚他心中的那个疑问。柳如烟，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吗？一旁的崔展满脸不悦，吴队长你真不厚道，如烟妹妹刚刚都答应我吃晚饭了。可见吴谦一脸严肃，崔展才离开。你认识陆川吗？柳如烟闻言心中有些紧张，自从到了这里，他就给自己营造了一个凄惨的人生，一家人都被怪物所杀的可怜幸存者。如果告诉了组织陆川只是记恨自己，那可能就不会去讨伐那个怪物。不认识为什么接受了陆川2年的转账，而转账金额刚好覆盖了你日常的支出。你面对的那个怪物是不是陆川？你的父母真的是他杀的吗？面对这样的提问，柳如烟心跳混乱，只是用眼泪想掩盖一切。吴队长，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晚上我们出去聊好吗？我要平复一下心情，父母的死至今对我的打击还非常大。然而看着吴谦离开的背影，柳如烟的脸上出现一丝怨怒，他
他不允许官方和陆川和平共处，必须让对方的形象塑造成邪恶，自己的温柔可怜形象才能保住。所以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到了晚上，在他指定的小树林中，不知道吴队长让我来有什么事吗？闻言，吴谦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当是对方想要自己重复一下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你说你不认识陆川？吴队长还请你自重。只见柳如烟满脸委屈的大喊起来：“吴队长，我对你没意思，你放开我啊！”可同时他则操控水堵住了吴谦的气道，瞬间的窒息感让吴谦意识到了不对劲，立刻一手抓住对方，阻止其继续使用异能，而另一只手则凝出一把刀。吴队长，你要干什么？不要啊！下一刻，林中冲出催斩的身影。吴谦，你个龌龊的家伙，敢用强的！瞬间在冲刺之下，刀就直接贯穿了吴谦的腰部。吴谦顿时怒目圆睁，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个柔弱的女子，而柳如烟则控制水死死堵着吴谦的呼吸道。下一刻，吴谦的身体和柳如烟的泪水同时落地。催斩哥哥，幸好你来了！没想到吴队长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来。从酒店中走出的查信人一脸不屑，酒店的高墙里一旦爆发丧尸，还不得全都死？那个中二少年以为他是救世主啊！然而他走着走着就呆在了当场。只见一伙末世匪帮正恶狠狠地看着他，细皮嫩肉的煮起来盐都不用放，哈哈哈！大哥，求你们别杀我！我知道哪里有物资，特别多。此时的我在酒店附近孜孜不倦开心地开着核桃。现在自己的速度异能成功从中级转化为高级，但也吸收了一些比较鸡肋的异能，比如芳香，一个能释放香气的异能。在最后吞下了一颗紫色品阶的金核后，发现竟是扩散增加异能使用范围的异能。没想到的是，它竟能和其他技能融合，和毒物融合后成剧毒之雨，和火之力融合后成火墙。但我认为现在的我单独使用这个异能才收益最大。炎刺、锋刃、火球这种攻击异能都需要增强。可就在我想向更远处的丧尸发出指令时，却惊讶地感受到据点处正有大量丧尸快速死亡。被丧尸咬过的都知道，他们只会吃你身上最软的地方，可我除了嘴软，剩下都是硬的。丧尸只是吃了我的一条腿就崩掉了3颗牙，可奇怪的是，第二天断腿处竟长出了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的流口水。原来我觉醒的能力叫丧尸之王。就在我外出寻找金河的时候，据点竟遭受了攻击，可奈何没有太多实战经验的众人根本没有阻止这伙悍匪的防御能力。然而没想到小轩竟成了扭转战场的爆破手，只见他用力拧出了一只和先前类似的小熊。抱抱，你快去帮云溪姐姐他们。下一刻的小熊面目瞬间就变得不再那般可爱。就在钱虎等人觉得这些美女将会成为自己的坐骑时，面前却跑来一只小熊。就在所有人一脸雾水的时候，钱虎大叫一声：“快躲开！”因为他从这小玩偶的身上闻到了强烈的火药味。可众人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随着剧烈爆炸声响起，直接随机送走5人。此时张云一脸的不敢置信，自己一直不知道女儿的异能竟有如此破坏。可就在小轩再次准备凝出其他玩偶时，手中光芒却渐渐消散，同时小轩也昏倒了下去。当众人即将再次陷入绝望时，却听见了熟悉的汽车轰鸣声。可就在我下车后，竟遭到了对方的语言攻击：“臭小子，这里是我们的，再敢往前走就死！”然而只见对方话音刚落，一根岩刺就自菊花而入，口中而出。然而对方几人见状竟没有太多惊讶，只见其中一人恶狠狠地上前：“哎我尼玛，这么狂的吗？”随后抬手就要发动空气炮攻击，可我的岩墙已经出现在了他头顶，轰然落下后，地下只剩一滩烂水。随后不等其他人再有所动作，我发动的岩刺就将他们串成了肉团。此时的钱虎才感受到了命悬一线的无力感，但也难逃被我直接拍死的命运。这时的查信人双腿控制不住的颤抖，刚想悄悄的溜走，我却直接瞬移到了他的面前。“你看着很面熟啊！”查信人闻言瞬间毛骨悚然：“首领，我考虑清楚了，我觉得还是我们基地最好。我这次就是来加入我们基地的，是吗？我怎么记得我说过，当时可以保证你们安全离开，但不保证你们能再次进。”就在对方的无力颤抖中，被我提在了空中，伴随着脑壳破裂的声音，里面出现一颗蓝色金核。在品尝了这颗植物生长异能后，我不禁有些感叹，原来新鲜的金核这么美味，看来以后对人类还是不能心慈手软，这新鲜的才最好吃嘛。可此时的身体却被扑来的顾云溪暴露。“陆川，你终于回来了！”我刚刚都想过与这帮人同归于尽，直到感觉到众人的目光，他才羞涩的松开。随后再用治愈异能给众人疗伤后，我看向拥有紫色金核的苏珊，刚刚他并未参与战斗，想来应该不是个战斗系的异能。对了，苏珊，你的异能是什么？没想到苏珊放低了声音说道：“首领，我的异能是忠诚，可以指定一个目标来查看其他人对目标的忠诚度，如果对方排斥，则可强行将那人变得忠诚。”闻言我心中有些窃喜，这不妥妥的大管家吗？直接可防止内奸的出现。接着苏珊则伸手向我送来一道紫光：“首领，这是我的忠诚效果，我能够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我的忠诚度对您100%，并且现在您可以看到领地其他人的忠诚度。”当我再次看向众人时，他们对我的忠诚度都数据化。没想到顾云溪和林露露的这么高，忠诚度越高越难提升，等到100%可以让对方做任何事情。闻言我心中就有了点坏心思，苏珊她现在不就是100%吗？给我撅起屁股来！是的，首领。只见苏珊毫不犹豫地抬起了自己的翘腿。不对劲，苏珊你不对劲。好了，我相信了。好的，首领，您同时也是我的主人可以尽情吩咐苏珊。一旁的苏琪瞬间不淡定，天塌了，哥哥不会喜欢首领吧？那以前谈过的嫂子难道都是逢场作戏？伦理道德和亲情我该如何选择？最后在吸收了匪帮的金核后，蓝色品阶空气炮和绿色品阶芳香竟能合成紫色品阶的范围沉睡，这个技能对于异能者基地的潜入很有用。接着利用金属创造与金属操控，便将整个据点外围改造成高大的金属。
在一切完成后，就聚齐了据点所有攻击系异能者。这些人太缺乏实战经验，所以我打算用一些丧尸来对他们进行集训。可就在顾云熙尝试将自己的控制增强异能范围扩大在我身上时，一瞬间我的生命感知范围内突然出现3个紫色晶核，可随后又消失了2个。这一诡异现象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等我寻找晶核的方向来到地方时，却惊呆了。什么情况？这是把人给活埋了？因为在我的感知里，被埋的显然不是丧尸，随即便将整个土丘移开。这是那天掏枪的那个人。异能者基地的人这么草率的，人还没死就被活埋了，想必一定是有什么内情在其中。于是我就将吴谦带回了据点进行治愈。就在一阵猛然的咳嗽后，吴谦惊坐起来，自己不是被崔展和柳如烟杀死。就在那晚柳如烟用水堵住自己的气管时，自己立刻拧出一把刀想割开自己的气管，防止窒息，但没想到崔展会偷袭自己。醒了就行，云姐你来照顾他。话落我就离开了房间。饿没饿？要不要先喝点水？但吴谦现在大脑一片混乱，还没有搞清楚现在的情况。这是我们的据点，是我们首领救你回来的。首领，他是陆川，你们为什么把一个丧尸认作你们的首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随后的我在新的区域继续收集晶核，很快就获得了一颗蓝色的静止晶核，并且可以和我的冰结晶核合成，得到一颗紫色的时间冻结晶核。目前来说可以先用在保存物资上。可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只我并没有发出命令的丧尸正向我走来，手持钢鞭，看上去就是凶神恶煞异常。但我对于丧尸却没有半点惬意，倒是很好奇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可没想到这丧尸一见面就对我行此大礼，参见伟大的丧尸之王。我是万万没想到这样的结果，不仅是有意识还能说话的丧尸。你是谁？我诞生于您的意志，为了侍奉您而存在。闻言我思考半天，发现我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能够沟通，但却没有晶核，不知道战力会如何。随即便命令了一只蓝色晶核的丧尸过来，你就叫小美吧。现在你击倒这个丧尸。只见我话音刚落，小美手中的钢鞭就缠绕在了丧尸脖子上，再用力一甩后，丧尸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下一刻，小美身形就出现在丧尸身上，抓住丧尸的头颅用力一扯就结束了战斗。见状我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他的战力远超于蓝色异能者。你是怎么诞生在这里的？属下有意识时便身在此处，您接近时我能感受到您的气息，您就是我们的王。闻言我感觉自己的异能有什么被动效果时，创造出这样的属下自己却毫不知情。但毕竟我的黑色晶核也没见其他人拥有，这个异能看来还有很多待开发的点。而就在我离开此处不久后，李静茹带着几位控制异能者匆匆赶来。你确定就是在这里看到了你说的钢鞭丧尸？另一人看了看周围，有些蒙圈。先前他就是在这里遭遇了那只变异丧尸，手持钢鞭厉害异常，现在怎么又不在了？随后在查看附近监控后，终于有了发现，是被一个人类带走了。随后相关消息很快到了前线侦察队伍的手中。杜林在看了视频后惊讶不已，队长，我知道基地要找的人在哪。在我将小美带回据点后，就让她看守大门，而我则将保质期短的物资归类后施加时间冻结状态。但之后这些物资只有我能来拿，其他人进入这个空间也会被冻结。随后我开始查看起现在自己的异能战力：绿色晶核、强光、治愈、锋刃、毒物、水枪、格斗术、降温、物质分解、水面行走、吸血；蓝色晶核、再生、速度增幅、力量增幅、重力、范围夜视、金属生成、记忆消除、回旋镖、恶意感知、快速生长、植物壁垒、杀意释放、雷击、视野干扰、音波攻击；紫色晶核、金属操控、火之力、火墙、金属缩放、身体硬化、扩散、范围沉睡、时间冻结；金色晶核、研制奥义。如今虽然拥有大量攻击和干扰手段，但依旧缺少高级异能。尽管我现在非常想去打探宋怀的消息，但却不敢贸然进入异能者基地。我现在对于那里的力量情报了解的太少，一旦我反被控制，那就只能等着被切片研究。可就在这时，我却感应到了大量的生命体正在接近，并且很多都是高级晶核。被丧尸咬过的都知道，他们只会吃你身上最软的地方。可我除了嘴软，剩下都是硬的。丧尸只是吃了我的一条腿，就崩掉了3颗牙。可奇怪的是，第2天断腿处竟长出了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的流口水。原来我觉醒的能力叫丧尸之王。此时杜林带着异能者基地的战力队伍出现在了据点附近，前面就是那人建立的据点所在。大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如果钢鞭丧尸已经被杜林说的那个强者解决，基地的意思是想收编此人，连带着这个据点都会成为新的基地。大家开始行动吧。很快众人就解决了门前的几只丧尸。一名飞行异能者率先说道：我先上去看看里面什么情况。话落，他的身体就缓缓升空，围墙后的一切尽收眼底。可突然他就惊呼出声，钢鞭丧尸就在门后。而此时的小美已经在恶狠狠地盯着他。男人心中一阵冷战就要下落，只见小美突然发力，瞬间就出现在他眼前。下一刻他的身体就在急速下坠中，但却不是落向门外，而是随着小美鞭子的拉扯坠在了里。门外几人见状也不再保留，直接选择破门而入。就在小美将要对那名飞行者下杀手时，几道激光突袭而来，而小美只是几个翻滚就轻松躲。可那名飞行者已经乘机逃回了队伍身后。然而就在这时，小美的钢鞭竟笔直地指向一人，而此人正是基地的强磁者。为了对付小美而特意准备的杀手锏，想利用强大的磁力来剥夺小美的武器。可没想到小美直接借着力道强攻过去，而严强瞬间就看出了小美受磁力影响后的行动方向，顺着轨迹立刻打出一道强烈激光，直接击中了小美的肩膀。下一刻，钢鞭连带着小美的手臂都被强磁者够了，诸位！伴随着低沉的声音落下，我的身形出现在众人面前，小美也回到了我的身后。此时场上除了惊讶的众人，还有一个瑟瑟发抖躲在最后的崔子轩，因为他万万没想到我就是那名带走小美的强者，也是被基地赐予神秘代号1号。而他此次参与这次行动的任务依旧是在遇到危险时能够瞬间转移重物。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声音再次响起。严强从震惊到满脸疑问，此人毫无疑问就是此处的首领。可是那么强大的丧尸为何听从他的指挥？到底是先消灭钢鞭丧尸，还是先拉眼前的强者入伍？我是异能者基地的严强，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请
请问，全部后退，他就是1号，他是丧尸。崔子轩强压下恐惧，大声喊道，并且随时准备着发动能力撤退。但眼前足足有10多人，上次紧急撤退时的6人已经是他的极限。杜林闻言却一脸不可思议，只觉得他是被钢边丧尸吓坏了。崔子轩，你没搞错吧？我俩还一起战斗过，共同猎杀了一只变异丧尸呢。严强听了2人的话后，额头满是汗水。据说1号拥有很多攻击手段，命令丧尸就是其中之一。那么眼前之人就是1号无疑。可对方为什么没有直接攻击，反而在交流？严强深知自己的抉择关乎行动对10多条人命，究竟如何选择才是生路？我差点就死在他手上，哪能认错？都快点退！然而还没等他的话说完，就被熟悉的重力感压倒。我说这位小姐，那天只不过是短暂的被压了一会，我并没有要杀你的意思。况且你还带走了我的仇人，如果这样算来的话，我确实应该找着你的麻烦。此时的崔子轩都快吓尿了，就更别说使用异能转移了。误会，都是误会！你放了他，我们这就离开。带走我的仇人，破坏我的大门，伤了我的手下，现在想走就走。你说话前难道就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同时的严强也感受到了身上强大的压力。可我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反对：大言不惭，你也太过嚣张了。他可是基地非常强的进攻系异能者，也是队伍中的主要战力。严强见状，刚想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小光已经发动了影刺异能，然而只是影刺刚刚凝聚，他的身旁就突然出现2道岩墙，轰然合并后，小光的身体便被拧成粉碎。众人瞬间大惊失色，这么强的异能者在对方手中技能都放不出。杜林见状心中只颤，这个异能不是那天的变异丧尸使用的吗？为什么现在他在使用？我刚想过放你们离开，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的声音再次令众人一惊，是我们唐突了，我们撤离。您说说您的条件吧。此时严强已经明白眼前之人队伍根本不是对手，只能央求能给一线生机。我不会主动伤害人类，但也不喜欢被打扰，像刚才那种身心都不符的，可以再出手试试。严强闻言听出了众人还有生路，立刻回应道：明白了，明白了，我会回去告诉首领，不会再来打扰了。然而队伍中的一个女人眼底却显露出一丝兴奋，她正是基地里精神控制者洛娜的妹妹洛伊。她一直觉得自己的精神控制要比自己姐姐洛娜更强，眼下不就是证明自己实力最好的机会？况且自己的异能可不像洛娜那样触控才有用。想到此处，洛伊不由得扬起了脖子，同时眼中泛出了蓝色的光泽。我的好姐姐，我的异能才是最强大的。可正当洛伊觉得面前强者已是囊中之物时，突然一根岩刺就从头颅穿刺而过。严强见状，瞬间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支队伍是为了击杀钢边丧尸临时组建的，成员之间根本就没有配合，就连各自的异能都不清楚。所以在看见洛伊惨状的一幕后，已经不能服从指挥，一瞬间纷纷开始向我发动了进攻。在死亡威胁面前，没人能做到理智，可他们在我眼中依旧如同蝼蚁。伴随着严强之间巨大的碰撞，空中似是一颗颗绽放的烟花，最终地上只剩下异能者们留下的密旨：陆川不要！就在此时，吴谦踉跄的跑了过来，张云也紧张的跟了出来。对不起首领，我没能拦住他。可那名飞行者在看见张云的瞬间心中一喜，一线生机出现了。而在后面的崔子轩听见吴谦的声音，瞬间不淡定：队长，你不是死了吗？可就在下一刻，飞行者瞬间飞向了张云的身边，一把就掐住了对方的脖子：放了我们，不然我就杀了他！吃饭了，吃饭了！没有人能拒绝送上门的自助餐。这群拥有高级晶核的人类竟跑到了我的碗里，为了口感舒适，我将他们几个串成烤串，剩下的磨成细糊。可就在一颗颗晶核下肚后，我体内的黑色能量再次狂躁起来，看来我又得陷入沉睡。然而没想到这次的沉睡竟揭露了我身体里的秘密。就在飞行者抓住张云脖子要挟我放过所有人的时候，崔子轩却哭了。他没想到自己的队长吴谦竟然还活着，但吴谦却懵了，是我给了他再次活着的机会，并且张云这几日无微不至的照顾也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而我却笑了。这样的手段就能威胁到我的话，还怎么做首领？下一刻岩刺就从飞行者的口中窜出，而此时场上只剩下严强、崔子轩、杜林3人。吴谦看了眼满脸泪水的崔子轩，便开始向我恳求：陆川不要再杀了，放了他们吧，他就走了我的仇人，你觉得我应该放过他吗？吴谦这些天也想明白了，我的仇人就是柳如烟，并且他自己也领略到了柳如烟的蛇蝎心肠，是他们的鲁莽行为破坏了我的复仇计划，所以便再次说道：如果您能放过子轩，我愿意加入据点。崔子轩一听哭得更伤心了，队长为了救他竟选择再次牺牲自己。子轩，是陆川救了我，他也救了很多人。吴谦清楚现在的他名声想必已经在基地臭了，如果这样换来子轩的活路，自然是值得。崔子轩闻言后懵了，丧尸在救人，但自己的队长却是活生生出现在此。而我在考虑了一会后，便取消了施加在崔子轩身上的重任，随后再指了指帮我灭过丧尸的杜林：你也跟着走吧，这样咱俩就两清了。但是请二位记住一句话，回去后注意自己的言行，不然会死。接着我的手就放在了严强的头上，破坏我的大门，还打伤小美，你就留下来赎罪吧。随即便释放了最大强度的记忆消除。起身后的严强一脸呆滞：我是谁？我在哪？接着我便对着张云说道：带吴谦和严强去让苏珊好好办理一下入住手续。而崔子轩和杜林2人却没有直接传送回基地，而是在附近停了下来。出发时10人的小队只剩他俩，该好好想想怎么给基地老大说，并且还要隐藏掉陆川的信息。我丝毫不怀疑说错话可能会死，或者变成一个没有记忆的行尸走肉。此时看着满地的尸体，我心情大好，都别怪我，你们先发动进攻的，我属于自保。吃到最后发现这个叫小光的人，他的晶核竟然是颗金色暗之奥义，但这么高级的异能他怎么能用得那么拉胯？而就在晶核入口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的意识又将陷入沉睡。就在脑袋一阵昏沉后，我的眼前一亮，此时我似
似乎还是那个未经末世之苦的舔狗，却站在一只恐怖丧尸的面前。你是谁？你使用我的力量，我使用你的身体，你才是丧尸之王。自然没错，你的目的是什么？创造丧尸的国度，消灭全人类。面对如此恐惧之物，我扭头就跑，可始终甩不掉对方。我就在你体内，不要拒绝我，你我本就是一体。下一刻我就想发动能力攻击对方，可发现此时我毫无战力，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你在害怕我？只见丧尸面目瞬间变得诡异起来，同时还向我伸出了锋利的爪子。面对如此状况，我只想逃离，可不知何时身边竟围满了丧尸。等再次回头，那可怖的大手已经抓住了我的脑袋。你逃不掉的，我们还会再见。不要！猛然惊醒的我大口呼吸着空气，眼前是一脸担心的顾云熙，还有满头大汗的张宇。你终于醒了，过去了多久？已经3天了。没想到这次进阶的沉睡会这么久，幸好身边还有忠实的同伴。可就在这时，顾云熙一声惊叫：陆川，你的额头上好像有个眼睛。可当我用手摸上去时，却没有任何感觉，也感受不到与他的联系，就好像是身体的疤痕一般。但我知道绝对不会这么简单。这次我吞了足足7颗高级晶核，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我能直接感受到一个行政区域内的生命体，而且好像随时可以共享每个区域内丧尸的视野。于是我开始尝试进一步加强与区域丧尸间的联系，在共享视野的同时开始操控对应丧尸的身体。成功了！现在的我可以操控丧尸进行第一视角的行动，但是尝试发动异能却失败了。发动异能的基础是晶核，这些本身没有晶核的丧尸自然不能有异能。而当我再次看见小美时，她不仅有着完整的身体，甚至体内竟出现了一颗紫色晶核，看来力量相比之前肯定大幅增强。难道小美的诞生和我的蜕变有关？是我自己越强，小美也跟着变强。随后我再次感受区域内拥有晶核的丧尸，这次竟能直接知道其晶核的异能种类。区域防护、视觉屏蔽，这2个不错，可以让过来开核桃。可下一刻我就发现了几个奇怪的异能，让50岁以上的人喊自己爸爸，这有什么用？凝使诚实，这不凝的话杀伤力是不是更大些呢？以太变成选定目标形态，持续3个小时。看见这个异能的瞬间，我心中一喜，进入异能者基地的计划瞬间有了眉目。现在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拟态目标，严强。他被我清楚记忆的是只有杜林和崔子轩知道，所以通过他的身份潜入才最合适。随即我就控制这只丧尸变化成严强的样子，很快就出现在了异能者基地门前。逆天了！死去的严队长竟然又活着回来了！快去报告首领，严队回来了。可没人知道眼前这个严强只是我意念附身在一只丧尸身上变化出来。此次混入异能者基地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基地情况和打探宋怀的下落。李静茹在得知消息后便向崔子轩和杜林确认，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当时严队确实被清除了记忆，并没有当场杀死。李静茹这才松了一口气。老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老严吗？我不记得，我只是隐约觉得我要来到这，剩下什么都不知道。我控制着丧尸拙劣的表演着头疼发疯的样子。你是怎么逃出来的？我就一路跑啊，好多丧尸好可怕，他们都追着我啊！都别过来啊！远在自己据点的我只想说，求求你们别再问了，再装下去怕要笑场。李静茹看着严强发疯的样子，便让茉莉带着去医务室。一路上我通过拟态丧尸不断观察着基地构造，可惜附身并不能使用我的异能，我什么都不记得。基地都有什么区域，有多少成员呢？这是市内最大的幸存者基地，前身是一处防空避难所，主要有地下11层组成，有安保、防御、办公、生活、科研等等几个区域。目前基地有2000人左右。话落茉莉就要给拟态丧尸来个抽血化验，见状我心中一惊，我现在可不确定丧尸拟态后能否模拟生命体的全部。我没事，不要碰我，我现在想出去看看。随着电梯的再次下落，停在负3层。严队这层是食堂、后勤、休闲区域，你看看还能想起什么不？借着茉莉的话，我参观起了每个区域。没想到异能者基地竟如此之大，什么防空避难所能有这么巨大？似乎就在末日刚刚开始，这个异能者基地就在运转。那会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建造出来的？可突然我的瞳孔猛地收缩，因为我看见了远处那个令人憎恶的柳如烟。可就算我把自己的后槽牙都咬碎了，此时也只能看着什么都不能做。随后在打发走茉莉后，我独自来到负4层，只希望在这里能尽快找到宋怀的身影。可突然整个区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王老按着警报按钮大喊，我感受到了丧尸入侵。一瞬间整个大厅的人跑得只剩我控制的拟态丧尸。就在我也想混入某个房间时，却被一个老者挡住去路。就是他的身上没有人类的气息，他就是个变异丧尸。激动队的人一时有些懵，王老你确定吗？他可是严队，你在说什么？我只不过失忆了，为什么说我是丧尸啊？此时的我还想再演一下，这次收集的信息还是太少，并且这个丧尸的拟态能力非常有用，留在这里可就太可惜了。快点发动进攻，他有可能就是1号。听着王老颤抖的声音，一个控制系异能者率先发动能力，瞬间几道光绳就将严强禁锢住。晕厥！只听一男子一声暴喝，我的视线瞬间昏暗，再次睁眼我就身处自己的基地中，这就结束了。这么好的机会才看了基地4层，而且还没打探到宋怀的下落。那个叫王老的家伙竟然可以感应到丧尸，不先解决他的话，以后还会是个麻烦。可令我不解的是，如此豪华的避难所，似乎就是专门为了末世而打造的，这里面会不会还有更大或者更高层次的预谋？想到此处，我的心中不免多了几分焦急感。随后在为据点施加区域防护和视觉屏蔽后，便打算去更远的区域探索和收集高级晶核。如今有了飞行者的能力后，赶路也是异常轻松。末世后的城市到处充斥着混乱与暴力，还有那些因为不能自保而落下的泪水。可就算这样，竟还有人能吃着火锅唱着歌。唐月，一个正儿八经拥有重生异能的人。妈，再多拿点菜来，那些放不住的别浪费。话落，他就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了自己的好爸。月月，你和你妈怎么不在家？月月，你们在哪？杨洋和你燕姨都饿坏了，让爸爸带他们过去找你好不好？月月，你快过生日了，爸爸一直都记得，今年生日让爸爸陪你过好吗？月月，你和妈妈2个人太危险，让爸爸过去
过去保护你们吧。然而唐月并没有回复消息，而是打开了手机监控画面，画面里孙燕正痛骂着唐红强的名字，唐阳在一旁不停地喊饿。可唐月看着这鸡飞狗跳的场面却笑了，如同在看一部非常下饭的电视剧。因为就在上一世末世来临时，唐红强就用同样的言语，带着再婚的小三孙燕和他们的孩子唐阳，敲开了唐月和妈妈紧锁的大门，但没想到最终被鸠占鹊巢。唐月的妈妈被扔下楼摔得粉碎，而唐月自己竟被唐阳拿着水果刀捅穿身体。妈妈，杨洋厉不厉害？我把那贱种杀了。然而当唐月再次睁眼，竟发现自己重生在了末世前，所以他搬空了整个家，带着妈妈到了这处避难所，还给原来的家里安装了摄像头，想要看着他们被活活困死在那里。可突然之间，唐月感觉整个房子都在震动，而屋外赫然是一个巨型丧尸，是这漫天飘香的火锅味将他吸引而来。远在天空之上，正当我飞过这片区域时，竟远远看到一个红色金河，于是我按耐不住好奇，想着过去看看。可就在这时，只见一个庞然大物急速向我这边袭来，可我刚想直接反击，却被眼前一幕惊呆了。主人，我终于等到你了！一瞬间我便明白了，这是如同小美一般散落的下属，看来是每次进化后都有丧尸得到相对应的智慧进化。你有名字吗？属下没有名字，请主人赐予我名字。那你就叫大壮吧。好啊好啊，我就是大壮。随后我便向着红色金河的方向赶去，大壮也紧紧跟随在身后。唐月刚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却发现地面又开始震动，那个大块头又回来，不知道我还能重生几次。当我看着两个紧紧抱在一起的母女时，一个重生异能，一个水系异能，还有这样的异能吗？那岂不是说它可以无限影响未来的走向？如果我现在想要夺取这枚金河，那估计就在破开他脑袋的瞬间，未来就将被改变。所以我心中便有了决策。你们好啊！一瞬间，唐月大惊，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不理解。你是谁？我是星河区复仇者基地的首领陆川。可当说完这句话，我就有点后悔了。这临时起的名字会不会有点太二？我的属下破坏了你的房子，现在你们愿意来我的据点生活吗？唐月闻言后有点懵，本以为又要重新开局，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机遇。还没看到唐红强的惨死，他可并不想重新再来。很快我就带着母女二人回到了据点，可就在小美看见大壮的一瞬间，竟面露凶狠。王的身边有我就够了，哪来的臭虫？随即一鞭子就抽在了大壮身上。主人救我！这八婆好凶啊！见此一幕，我有些不解，他们俩难道认识吗？小美，这是大壮，以后都是庭院的守护者，好好相处。是的，王。尽管小美表现出了不悦，但还是单膝跪地表达了认同。随后我将两人交给苏生安排接下来的吃住问题。而此时的异能者基地中，就在他们将那只伪装后进入基地的丧尸焚烧后，竟惊讶地发现尸体留下了一个蓝色金河。随即基地对这颗拟态金河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最终发现这个金河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甚至可以成为异能者使用异能的电池。这一发现立即引起高层的轰动。末世初期基地就研究过丧尸身体，可那时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样的金河？首领，我怀疑变异丧尸才会产生金河，我希望获得更多变异丧尸尸体用于研究。那这样的话，岂不是要将解决1号的计划搁置？而此时在训练据点成员战力的我还不知道，一场巨大的意外惊喜就等着我。末世风暴还是席卷了整个蓝星，可向来只会收容高级异能者的官方基地，却在一夜之间取消了严苛的收容条件，开始主动拉拢在外的平民异能者，并且还开始大量猎杀变异种丧尸，而且就连各处的丧尸尸体都收集了回去。现在异能者基地如此反常的行为，足以说明他们已经知道了丧尸有金河的秘密，但至于他们能将金河研究到何种程度，能否吸收其中能力或者转化能量还待确认。此时在异能者基地登记处，什么异能？每次醒来能知道准确时间。只见工作人员鄙夷的一笑，那么你又是什么异能？可以不用肥皂水直接吹泡泡。就在简单登记后，工作人员露出了奇怪的笑容，把所有电子设备交出来，电子信号对基地设备有影响。男人在听到这个奇怪的要求后，也只是迟疑了一下，就照着工作人员的安排去做了。囡囡别怕，我们到了基地就安全了，异能者基地有食物和水。小女孩闻言才露出久违的喜悦，殊不知他们以为的安全之所，只是官方用来研究金河的牢笼。而同时的我出现在一处废旧工厂处，这里比较偏僻，是个收集金河的好地方，而且还能避开异能者基地的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命令附近丧尸向着工厂收拢的时候，可突然我的目光锁定了某个方向，一个红色金河6个金色金河的人类异能者。什么情况？如此豪华的队伍难道是来找我的？随即我便附身在一只普通的丧尸身上，可就在我控制着丧尸远远观察几人时，一个男子却猛地转头看了过来。夏一清看见袁森奇怪的眼神，只是随意的抬手，我附身的丧尸就化为肌肤。奇怪，明明是个普通的丧尸，为什么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了强者的力量？就在附身视野被毁后，我有点怀疑是什么？怎么发现的？依靠什么？金色金河的探查系异能这么夸张吗？附身在普通丧尸身上也能被察觉？那个动手的红色金河异能者毫无疑问杀伤力很强，人类基地果然有很多强者，幸好自己没有选择置身前路，看来接下来这顿饭不太好下口。下队，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马上就到了，但仍旧感受不清。那咱们可有福了，这正是给小队成员积累战斗经验的好机会。夏一清说的似乎云淡风轻，因为那是来自强者的从容，况且这次是带着几个新人出来磨练，他觉得遇到点有意思的事才能长长见识。很快一行人就看见一个坐在高处的，你们来了，等你们好久啊。哟，小哥上边危险，可不要乱动啊，需不需要救你下来？听见夏一清热情的招呼，袁森的脸上却出现一丝惊慌。对，队长，他是丧尸。但夏一清看着对面那如沐春风的面容，第一次对于袁森的判断有了存疑，所以他便再次悠然地说道：小哥，你是丧尸吗？没想到这个队长还是个爱好聊天的人啊。于是我再次说道：是的，我是丧尸。一瞬间所有人都如临大敌，除了面无表情的夏一清，他对于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末世之下还没出现能够威胁到自己的丧尸，只见夏一清微微挥手，几个队友就立刻摆出战斗队形。小哥，你是丧尸的话就实在对不住了，我得让这些孩子看看强者是怎样战斗。可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我身后的房屋竟整个碎裂开，
我的身形自然的停在空中，但心里却充满了惊讶。这是什么异能？简直就是灵针骑手！可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他异能者们饱和式攻击，我瞬间感受到了身边强烈的杀意，耳边还伴随着空气爆炸的声音。可我观察四周明明什么都没有，见此情况我立刻专注起来，在看向夏一清的时候尝试使用了精神控制，但发现对他竟没有作用。可一瞬间我便感觉到身边凝结出许多锋刃，但在恶意感知的预警下都被我躲。风系异能竟让你操控的如此精妙！夏一清先是一愣，但随后却露出了笑容。小哥果然是高手，很多异能者都看不出呢。而我却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他的招式变化多，出手也快，但都能被我的恶意感知预感到，那么他就不是最大的威胁了。当再次感受到身边的锋刃时，我立即发动了暗之奥义，一瞬间整个区域都被黑暗笼罩。队长他就在我们身边，可袁森话音刚落就被引刺洞穿身体，能够感知我位置的人就得第一个毙掉。一瞬间夏一清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威胁，虽然他实战经验丰富，但那只是实力碾压对手的经验。你这个人很有趣。当我的声音响起时，夏一清朝着此方向就是一道锋刃，可随之传来的却是队友的惨叫声。一瞬间夏一清紧咬牙关，没想到自己狠辣的招式却成了队友的催命。队长救我！接二连三的惨叫声不断响起，可眼前黑暗一片，他甚至连方向都快摸不清。那接连的呼救声也在不断的摧残着他的心理防线。可突然他听见了面前一道清晰的脚步声，当他努力的想看清楚时，一双猩红眼睛也锁定了他。一瞬间夏一清只觉得自己的意识在被吞噬。不要抵抗！我的声音如同一道魔音打破了他意识最后的防线。是的，主人。下一刻夏一清就如同一只提线木偶，这样就成功了吗？看来对待高级异能者需要先削弱他们才能使用精神控制。可当我正打算取出这颗红色晶核时，突然感受到了远处袭来的恶意，下意识就进行了躲闪。可没想到4张卡牌竟无视我的躲闪，瞬间在四周形成一个禁锢光罩。然而在我尝试破除禁锢时，却发现光罩毫无反应，似乎这个光罩切断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如同身处另一个次元。就在此时，一个人影出现，竟直接扛走了面色呆滞的夏一清。而就在这个神秘的红色异能者跑远后，4张卡牌也飘落在地，失去了作用。随后的我便带着6颗金色晶核，一路哼着小曲往据点赶去。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心情大好。然而我本以为自己这次吸收6颗金色晶核还会陷入沉睡，然而没想到整整6颗也只是让我体内能量再次强大，并没有任何要蜕变的预兆，真的是浪费感情啊！走吧，云溪姐，咱们继续斗地主走。等几人离开后，我便查看其体内情况，发现好多异能都能进行结合，速度增幅、力量增幅、精神力提升、防御增幅，这几个高级异能竟可以结合成。完美之躯大幅度提升各项身体素质的同时，免疫全部异常状态。金属操控、金属缩放、金属生成、强此几个可以结合成。金色晶核金之奥义，降温、火之力、火强、控火术可以结合为金色晶核火之奥义。而现在我的金色晶核异能就不再是一个炎之奥义、暗之奥义、完美之躯、金之奥义、火之奥义、腐毒恶灵、地裂、能量感知、天雷、星辰陨落、幻之境。然而就在我看着自己的异能沾沾自喜时，异能者基地中，蓝色晶核嵌入活体实验地53号实验体，23岁男性，嵌入晶核电系，实验异能种类强化类，本次目标潜入位置心脏。实验开始。而就在门外，那对父女也被安排在此等候。可至于要等什么，工作人员并没有给他俩说明。然而对此周密也并未多虑，现在自己和女儿已经算是安全了，被这里收容已经很感激了，在这里等时间长一点就无所谓。可就在这时，门再次打开，左键屏，只见周密身边的老者身体一颤，本已经迈出一步的他，却又转身回来，对着周密悄悄说道：东南方向30米有一部货用电梯，密码应该是9527，有能力的话就带着孩子快逃吧。周密闻言有些莫名其妙，逃？为什么要逃？可在细细回想了整个流程后，他的心中不免多出许多疑问。进来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的眼神确实奇怪，还让交了手机，而这个等待的房间就只有一个门，比起休息室，这里更像一个拘禁室，并且刚刚那人说的话也不像是什么诓骗话语。周密回想着一切，心中不免有些发慌，看着自己乖巧的女儿，心中便有些后悔来此地。可就在此时，门开了，周密、周雨安最终看着眼前的房间时，心还是悬起来，这哪里像个办事处，分明就是一个实验室。可等他想回头时，已经晚了，下一刻就被按在了手术台上。放开我，把我女儿还给我！可随后一个面罩就扣在自己的脸上，瞬间周密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这时一人翻看着周密的登记信息，醒来知道当下时间，没个狗屁用的异能。可周密在每次睡着后，眼前确实会出现一个时间面本，而此时的他在梦中看着面前的面本，不停的哭泣。自己真的无所谓了，但女儿还那么小，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将希望寄托在异能者基地这里。随即口中便不停的念叨，现在要是能回到上他们车之前就好。然而下一刻，时间面板开始剧烈颤抖，上面的时间也在不停后退。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光回溯异能者，却被官方基地当作无能者推上试验台。可就在死亡逼近的那一刻，周密终于激发了自己的异能，让整个世界的时间回溯到了他来这里之前。你们俩干嘛呢？还想不想去异能者基地？周密看着眼前真实的一幕，却久久没缓过神来，感受着女儿手心传来的温暖，他终于确信自己真的回到了上车之前，于是抱起女儿就向远处跑去。这人什么毛病，居然不上车跑？就在听见驶向远处的车辆轰鸣声后，周密最终还是后怕的哭出了声，逃离了那个吃人的魔窟。可眼下要怎么才能保护住女儿呢？然而此时的我
我却脑袋一阵恍惚，怎么回事？我是要干啥来着？对了，我是出来找金河来着。而接下来一切都如同剧本般进行着，在破厂房收拢丧尸，发现了几个高级异能者，提前站在防岩上等候。可就在几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你们好，我们又见面了。等等，好像哪里不对劲，我为什么要说又？今天我的脑子好像有点混乱，感觉眼前的一切自己都有做出正确决定的吧。就在夏一清捏爆我脚下的房屋时，我却提前一步飞身而起。今天如同拥有预知能力般的怪异行为，提前释放暗之领域，在黑暗中逐个绞杀众人，拾取金河。下一刻便诡异的出现在夏一清的面前，给我跪下！是的，主人。而就在此时，我突然向着潜意识中的一个方向释放了一道区域时间静止异能。静止的区域中，一个男子做着投掷卡牌的动作。在我缓缓靠近后，鬼魅般的低吟再次响起：“给我放下你的卡牌。”下一刻，只见男子的身体不断恢复了色彩。是的，主人。不久后，我就拎着如同人偶般的两人飞回了据点，但心中总觉得今天似乎已经过了一遍，就好像在印证一场梦一样。只不过这次把梦中的遗憾尽数弥补。首领这两位是异能者基地战斗队的队长，另一个也不弱。他们想要杀我，但被我控制。你给两位赐予忠诚吧。苏生闻言欣慰一笑，随后就对着两人使用忠诚异能。一瞬间，夏一清恢复到了面临死亡时的惊吓状态。可当他看到我时，又变得平静下来，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与信任。可一瞬间却又满脸震惊。宋慈，你怎么也在这里？拜你所赐，我本来藏在暗处准备救你，结果被首领给发现，这不就也被抓起来了？我们首领太强大了。可就在这时，吴谦笑嘻嘻地出现在两人面前。什么情况？老吴你竟然也没死？可别提了，差点被柳如烟害死。这不是被首领给救了回来？本以为阴阳两隔的几人瞬间谈笑起来。你们俩呢？怎么进来的？还不是大傻青不自量力想杀首领？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想从首领手中救下他。结果一觉醒来，我俩就成为了据点的一员。而我如同知道自己这次不会陷入沉睡一样，直接随意地吞下了带回的几颗金色金核。可就在我想向夏一清和宋慈打探宋怀的下落时，却突然感应到有两个金色金核的生命体正在靠近，但却又被大量丧尸围困住。我本想让他们自生自灭，我再取其金核，可通过丧尸视野却看到一个狼狈的父亲在努力保护孩子。而此时浑身无力的周密懊悔不已，明明自己已经重来一次了，可为什么还是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早知道可以选择回去的时间点，就再往前选择一段时间就好了。可他只有睡着了才会看到那块时间屏幕，现在的情况他怎么可能睡得着？囡囡，对不起，是爸爸选择错了。就在最后的一刻，他和女儿紧紧抱在了一起。然而想象中被撕裂的痛苦却没有袭来，因为此时所有丧尸都在默默后退，来迎接他们的王。而我就在周密的注视下缓缓落下。你们现在安全了。一瞬间，周密颤抖的身体终于停了下来，但左思右想，只能认定眼前此人就是个强大的异能者。谢谢你救了我们。你知道奥利加酒店怎么走吗？我想和女儿去试试能不能加入那里的据点。这是周密在时间回溯后能想到的唯一去处。而此时的我却看着两人久久不能回神。时间系异能，睡眠回溯。虽然唐月的重生异能更为霸道，但眼前此人的异能显然更具有战略价值。而小女孩是个治愈系异能，却叫人鱼。这人鱼和治愈系异能有什么关联吗？可突然我的心中一惊，今天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奇怪事，那种预知后续情节的奇怪感，或许就和此人有着干系。可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好像只有自己有这种感觉，而其他人却都浑然不知。我就是据点的首领，我可以带你们过去。不一会我就带着两人落在了据点的庭院中。可周密和小女孩显然是有点晕机了，脚步还没站稳就呕出了一口酸水。见状，我立即对着两人使用治愈异能。谢谢首领，现在刚好是饭点，你和你女儿先去餐厅用餐吧。没有异能登记，没有上交手机，只有院子里两个凶神恶煞的丧尸，但看起来却完全没有要攻击他们的欲望。而此时的异能者基地中却人心惶惶。听说了吗？夏队带的新人好像全军覆没了，而且宋队和夏队好像是失踪的。据说现场打斗痕迹并不激烈，对方出手相当狠辣，几个队员几乎瞬间毙命，两个队长估计也是凶多吉少。同时的李静茹双眼空洞，她感觉自己的头发又白了一丝。夏一清可是基地最好的教官，他能够挖掘出新人的潜力，而宋慈更是基地中的秘密武器，他拥有异能对应的消耗道具，其中一些卡牌的能力过于强大，甚至可以说是人类的希望。难道就这样遭遇不测了？让附近小队再去探查，看看附近有没有可用的监控，能不能恢复一下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没过多久，1号灭杀一个主力小队的事情就传到了柳如烟的耳中，这让他的内心瞬间不安起来。上次伪装成严强的丧尸就进入了基地，他认定那就是陆川的手段。那个坐在丧尸椅子上的男人似乎成了他每天晚上的噩梦，他必须得找个强大的依靠，但眼前的崔展显然不是一个冲刺异能的他，能有什么前途？嫣嫣，你气色好差，要好好吃饭了。没事，展哥，我刚刚在想一些事情。那嫣嫣，下午等我任务回来后，咱们就去娱乐中心吧。我最近出任务可攒了不少点数。不必了，展哥，你攒那些都不容易，我晚上还有事就不麻烦了。没等崔展的挽留，柳如烟就留下一个温柔的微笑离开了，只留下了一脸吃想的崔展。嫣嫣真是个好女孩，一点都不随便。可她此刻却想不到自己已经成了柳如烟的妻子，而此时的柳如烟也已经找到了下一个目标。你们在基地中听说过宋怀吗？闻言，夏一清和宋慈摇了摇头。什么？宋怀？他那天真是去蓝山别墅找你的。看见吴谦的反应，我只想骂人。搞了半天知情人就在身边待着，但想到自己也确实没有问过吴谦，也不好发火。那天他就在车上吗？是啊，车上就剩下他和王老。其实我之前调查的时候有过他是找你的猜测，但他说他朋友1.75米，面目清秀，那就压根不是你了。此时的我又气又想笑。你知道他的异能是什么吗？我不清楚，这个基地不让问，似乎是一个保密级的异能。看来宋怀的异能对基地很有价值，但越是这样就要尽快解救他出来。被丧尸咬过的都知道，他们只会吃你身上最软的地方，可我除了嘴软剩下都是硬的。丧尸只是吃了我的一条腿就崩掉了3颗牙。可奇怪的是，第二天断腿
腿处竟长出了小腿，并且只要看见头顶发光的人类就忍不住的流口水。原来我觉醒的能力叫丧尸之王。此时的崔子轩和杜林感觉自己的双腿直打颤，今天出门前就将脑袋系在了裤腰带上，因为今天他俩的任务就是带着第7小队来到星河区查探1号目标的据点。可也只有他俩知道此次任务的危险性。而就在第7小队踏进星河区那一刻，我就感应到了他们。而此刻正有一只鸽子向着我这边飞来，通过丧尸的视野，我清晰的看见了小队众人是在操控鸽子探索这片地方吗？崔子轩和杜林竟然也来了。随后的我便邪魅一笑，用很小的暗影之力刺穿了鸽子的心脏。然而落地后的鸽子竟再次飞了起来，只是机械的向着我指的方向飞了回去。同时小队这边不断的有鸽子飞回来，徐坤正是能和鸽子对话的鸽语者，而这时正好飞回一只慌乱的鸽子，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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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有一只丧尸同类跟在后面？你在说什么？咕咕咕咕咕，马上过来了。下一刻，一只动作机械的鸽子就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他身前的小洞让杜林和崔子轩的鸡皮疙瘩掉了一瞬间，心中就有种不安的感觉，甚至觉得这就是陆川给他们的警告，快跑，快点离开这里。没想到队长齐峰却觉得今天的崔子轩就是胆子太小，一只鸽子而已，不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吧。话落，齐峰就捏碎了这只鸽子，所有鸽子都回来了，没发现什么异常。唯一成为丧尸的鸽子探索的东南1点钟方向，大约距离7公里的位置，那附近应该是奥利加尔酒店的位置，咱们可以回去上报探查结果。可就在这时，我的身形出现在众人面前，听说你们是要找我？一瞬间，杜林和崔子轩的心脏都快跳出体外了。但作为一支侦察小队，他们的任务只是提供情报，而不是硬刚1号。子轩，快点转移大家，就如同演练时的那样。众人瞬间就手拉手站在了一起，等待崔子轩的异能发动。可就在下一刻，众人只觉膝盖一软，跪在了地上。一瞬间，齐峰终于理解了崔子轩来时的心情。原来等真正面对1号时，真的很绝望。你们拉起小手干什么？像小朋友一样玩转圈圈吗？这几人中最高也只是紫色金河，让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一个名为召唤阴灵的异能者，而且他好像已经在使用异能了。虽然他的身体被压制着，但身后却凝出了一个持剑女子。下一刻，剑灵就全力向我劈来，可直到长剑砍在我的头皮上，我都没躲一下。没想到竟连我的身体硬化都破不开，随即我就打出一击手刀，可我的攻击如同踢到了空气一般，也没伤害到剑灵。见状，我这才觉得这异能还是很有意思。当我在看向那个异能者时，一块巨大岩墙就从天而降，地上只有飞溅的肉酱。忘了告诉你们了，我的宗旨是喜欢听话的，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先对我出手的，那一定会死。齐峰听出了我话中的关键信息，我们绝不会再犯了，我们只是遵循上级的指令，请您原谅，我们不会再踏足星河区了。我可以给你们这个机会，但记住没有下次了。再回到据点后，我便迫切的想看看自己能召唤出什么。可就在一阵烟雾缭绕后，一只狗竟然召唤的是一只狗。你才是狗，我乃伟大的狼人族，渺小的人类接受我的统治吧。可迎接他的是我结结实实的几个大逼斗。别打了，别打了。现在的他终于醒悟了，自己本来已经死去很久很久，这个陌生的环境也不是自己曾经的世界，可眼前这个人竟对自己有着天生的压制。我可是曾经的狼王啊！而我看着自己召唤出的东西有些不解，为什么那个人召唤的是个灵体，而我却召唤了一个尸体狼人？但这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经过了漫长的挑选，我终于找到了一颗心仪的金核，摒弃敛息，可隐藏自身的气息不被探查，这样我就可以利用暗之奥义潜藏在阴影中，从而轻松进入异能者基地寻找宋怀的消息。生命体约有5000人，看来这段时间增加了不少人。红色金核12个，竟有这么多。之前我虽然与宋怀的红色金核接触，但那时的自己还没有能量感知，但根据判断，宋怀的异能并不是用于战斗，那就只有这几个：森林之源、星辰愿景、空间之神。以后，然而第一个目标森林之源竟是个女人，停机坪已经清理，金莲市的支援队伍预计1个小时后到达，居然还有其他城市的异能者前来支援，这里除了我是他们解决不了，恐怕再就没有什么是需要外援帮忙的。看来异能者基地要对我有大动作。而第二个目标星辰愿景是一位宅男，在我观察的20分钟里，这家伙只是在玩游戏，并没有其他行为。第三个目标空间之神竟在副食层，而此处很显然是个物资整理区。跟随在搬运工的影子中，在经过了几道安全门后，终于来到了那名异能者的门前。没想到这个房间竟需要2个金色异能者来守护，一个昏厥呐喊，一个淤泥之爪的限制系异能者。而就在进入房间的一刻，我的心跳都有点混乱。眼前之人正是我的好兄弟宋怀，而他正目光呆滞地将物资整理后收纳，看来他的特级异能是不会让物资变质，这才让基地将他当成了个仓库。我现在有一种想直接带着他杀出去的冲动，但现在的他处于被精神控制中，想解除这种控制，要么对他进行伤害，要么找到控制他的异能者解决掉。我的治愈异能非常有限，那就只能选择解决那个精神控制者。金莲是4大强者齐聚异能者基地，能够让逝者在为他而战的异能者亡灵，号称武系全能辅助的天虹守护者庄主，能够随意夺舍篡改他人记忆的灵魂重塑者虚辉，还有能让细胞物质重构的天之娇女沈梦婷。李静茹同时请来4尊大杀器，为的就是能够一举拿下我这个身居几十种异能的丧尸之王。欢迎各位远道而来，我是江华市异能者基地负责人李静茹，稍后我们便开始商量作战计划。沈梦婷闻言一脸不屑，没什么计划可商量的，计划就是听我们的就行。李静茹满心不悦，却依旧表现得笑意满满。梦婷就这样，大家别介意，我是死灵法师亡灵，这是我操控的2只强大的丧尸。亡灵自豪地为众人介绍着自己的异能，然而让他完全不知情的是，我已经悄然附身在了一只丧尸身上，就这样大方地听着众人激烈的战前部署。为了节约时间，我只问你们3件事。第一点，1号，你们是否确认是丧尸？是不是如情报中说的拥有5到6种异能？这是附身丧尸的我听得有点憋不住，只有5到6种异能吗？都快50到60种了好吧，你们这情报真的太假了。第二点，你们的出战异能有什么？
我是特级异能春的持有者，可以使用范围治愈异能和部分木系炎系伤害异能。特级异能并需情曲，演奏后为目标施加随机3种强力负面状态。特级异能火神巨锤，随系打击附带火系伤害，可隔空打击目标。听完介绍，沈梦婷只是轻轻哼了一声，本想着让他们别参加了，但想到亡灵的异能，又觉得让他们参加也不错。第3件事，战场上你们只需要听从我们的指挥就行，别添乱。闻言，魁梧男子瞬间就要跳起来，可沈梦婷只是邪魅一笑，刚想发作的男子就满脸痛苦。此时他的5脏6腑都在不受控制的急速膨胀。同为特级异能者的他完全搞不懂对方的攻击手段。沈小姐不要生气，先放了我的人吧，我的这件东西就当是给沈小姐赔罪了。老林，你难道又买新设备了？那你的旧笔记本能不能给我用？那就不敢抢了，我把旧的放转转回收了。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我那台苹果电脑叫转转上门回收，还卖了5200多。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像耳机和手表这种智能穿戴、平板笔记本之类的数码产品，转转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看见眼前的一幕，我瞬间也打消了在此出手的打算。这几人看来并不是什么花架子，都是很有实战经验的老手。但最令我惊讶的是李靖宇，没想到他就是那个拥有以后能力的人。一个男人为什么会有以后的能力？他这个负责人究竟有着怎样的手段？并且这个沈梦婷似乎并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好像在他的脸上有着超过了年龄的成熟感。于是我便打算先回基地再做部署，并且现在想要带回宋怀也是不可能。但最让我头疼的还是那个天虹守护的异能者，我能感受到他有着攻击、防护、侦察、回复多种异能能量，这仿佛就是个缩小版的自己。回到据点的我一脸凝重，明天有一场硬仗要打，异能者基地的8个特级异能者。可就在我向众人交代作战详情的时候，却感受到了一个熟悉的生命体来到了附近。我知道你能听见，明天一早基地让我负责传送，并不是我想来的，送到后我会立刻就走，求求不要难为我。第2天的据点上空乌云攒动，8名特级异能者瞬间出现在上空。传送结束后的崔子轩真的1秒没有逗留，一脸高傲的沈梦婷此时也不忘嘲讽，至于吓成这样吗？江华市的异能者胆子是真的小。然而当他回头看清眼前状况时，满脸惊讶。资料上这里只是有着金属高墙，但现在根本看不见酒店的影，只有5个巨大的能量罩，是领域5种领域。庄图惊讶出声，想要维持这样的领域，想必对方就没有太多能量用来对战了。小婷分开行动吧，看来只有一个领域才能真正进入距离，都进入一个领域太危险，过于强大的领域没有主人的允许很难脱身。我选透明领域，其他人自选。沈梦婷率先做出选择，因为在她的感受里那里并不是一个领域，很可能就是面对1号的突破口。王林和庄图选择黑色暗之领域，徐辉则一人进入了褐色领域，剩下异能者基地的4人就分别进入了其余2个领域。此时身处褐色炎之领域中的徐辉一脸自信，因为他的灵魂重塑异能非常强大，如果面对的是丧尸，他的异能会对其赋予人的灵魂，丧尸将会再次体会生前的绝望和痛苦。如果对手是人，那就更好解决。一个人在灵魂被重塑后等同于失忆，那将是个毫无战力的普通人。很快他就看见了一个形似1号的领域，心中一喜，就向着目标发动了异能，然而却如同将技能打入了汪洋大海，毫无回应。可远在据点里的小轩却开心一笑，因为这个形似陆川的人物正是他的杰作，一个与陆川等比例且带有攻击属性的玩偶。一瞬间无数岩墙就突袭向徐辉，在艰难躲避的同时，他还在不断使用异能攻击，但随着所有异能都没了回应，徐辉的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为什么我的异能会无效？最终随着距离的靠近，他终于看清了自己所对战的东西，原来那既不是人也不是丧尸，可随之而来的是小腿被一道岩刺射断的痛苦。然而就在徐辉绝望至极，却看见了那道身形竟缓缓消散。徐辉见状大喜过望，自己还是活下来了。这时小轩感受着自己的玩偶已经到了时间，但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焦急神色，因为此时我召唤出的狼人已经站在了徐辉面前。这又是哪来的狗啊？本王最讨厌别人叫我狗了。满脸愤怒的小辉一掌拍过，徐辉只觉身体一轻，因为他的脑袋已经在自由飞翔。这是徐辉的第1次败北，他只觉得好困就闭上了眼睛。但此时已经离开领域的小辉和外面的小轩都没看到，徐辉的脑袋上正升起一阵白光飞向了空中。被丧尸咬过的都知道，他们只会吃你身上最软的地方，可我除了嘴软剩下都是一个。此时的透明领域中，沈梦婷撅着自信的小嘴，自己的判断果然没有错。这个白色领域后就是据点的大门，而对面站着的一定就是所谓的1号，所以他没等对面有任何动作就先发动了异能，不会给猎物留有反扑的机会，是他一贯的作风。并且自己的重组异能就是他自信的隐藏，因为只要他想，钉子和血液会同时出现在别人的身体里，也会有无用的大脑和豆腐双双拥抱，并且有可能人和小狗也可以组装在一起，只要有奇思妙想就能在他顷刻间实现。这不，此时1号的脑袋就和炸弹完美结合。随着剧烈爆炸声响起，倒下的只有一条残破的身躯。沈梦婷面带微笑，自信回头，一切领域消失。庄图和徐辉也微笑着向他走来。小婷还得是你啊，又年轻又漂亮，实力还这么强。就是1号的领域差点把我们折磨死。沈梦婷就喜欢别人的赞美，那如同春日和旭般的赞誉，让她不自觉地再次挺起胸膛。回去报道吧，1号已经被我解决了。快点回金莲市吧，这破地方我一刻都待不下去。可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一招就能秒杀困扰众人的1号吗？沈梦溪根本来不及去想，他需要的就是这种虚荣心被满足的感觉，而这一切就是我为他准备的一幻之境。同时的庄图和亡灵正身处无尽黑暗中，只有庄图释放的光球才勉强用来探明，他们在金莲市无疑是非常强大的，可此时却在这没有硝烟的黑暗中感受到了害怕。东西过来了，两人忽然止住脚步，死死盯着前方，光球的光芒似乎也要被黑暗吞噬一样微弱，可面前却突然出现一双红的发光的眼睛，是1号，是丧尸的能量。
话落，庄徒就向着前方打出攻击，可预想中的滔天火光与灼烧却没有产生。亡灵见状，立刻命令一只丧尸随从下连，快使用冰封领域。下一刻，整个空间被迅速冰封，随即整个世界重新亮了起来。而站在两人面前的我却笑得邪魅。庄徒见状，对着自己和亡灵释放最强防护手，随即借助冰封领域的加持，瞬间凝出无数冰锥向着对面袭去。只是没等冰锥打在我的身上，却又被冰封领域吸收殆尽。一瞬间，庄徒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这样的迹象表明对方定是受到了领域的保护。可领域分明是自己人释放，为什么会去保护1号？这时他才想起了亡灵，可等他回头却惊到无法言语。作为控制丧尸的亡灵，此时却被自己的丧尸掐着喉咙。随着蓝星的手腕用力，亡灵的脑袋直接枕在了肩膀上，而丧尸下连同时向着庄徒抬起了手，只是一瞬他就化成了一尊冰雕。下一刻便有一道火光冲天而起，庄徒破冰而出。然而就在他脚步还没站稳，下巴又掉在了地上。哈哈哈！没想到我死后还能控制我自己吧？若不是他的脑袋还耷拉在肩膀上，庄徒还真以为亡灵没死呢。可就在欣喜的他想抬手放个异能时，却发现自己竟然没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此时的我没忍住的开了口：“你居然能控制你自己啊？但是你真的能做到吗？”庄徒没想到1号真的可以说话，可下一刻他的下巴又掉在了地上，因为此时的亡灵突然开始不停的告：“是你，1号是你做到的，你在控制我。”庄徒一时瞪大了双眼，他不明白1号是怎么做到的，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而我的笑声再次响起：“千万别太挣扎，不然尸体会很难看，一会我再来带走你。我的成员现在需要我的帮忙。”闻言后的庄徒内心死寂一片，我要如何才能在3只特级丧尸的手上活下来？而在另一处战场却凄惨无比。宋慈，异能者基地才是你的据点，再不投降你会死。可在林露露命悬一线时，宋慈却飞身替其挡。精疲力尽的林露露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个平日毒嘴的宋慈竟能舍命保护自己。在领域中的此次相遇，林露露几人就被一段乐曲整得毫无战力。花染秋的异能可以给对手造成3种负面效果，而萧旭则召唤着无数剧毒植物，最终顾云熙双目失明成了活靶子。林露露也在无力再战，只有宋慈在拼尽最后一口气保护两人。就在宋慈考虑是不是该发出自己最强的底牌时，久违的声音终于响起：“你做得很好，好好休息吧。”下一刻，宋慈终于无力地闭上眼。随即我便开始对几人进行简单的治愈。花染秋见状先是一愣，接着便对着我发动了异能。可就算他将负面效果打满，眼前的我依旧毫不受影响。而就在下一刻，他的手臂却被几片金属切断。我治疗的时候还是不要打人，我的治愈异能很有限，几人也只是暂时保住了性命。这时我才一步步走向身后两人瞬间就感受到了来自身体心里的巨大压力，好像此时的每一口呼吸都掺杂着害怕，就连反击的欲望都被压到了心底。然而我却突然停下了脚步，本想说些什么，但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结束了。下一刻，我抬手之间，无数金属钢刀席卷而来，围着两人的身体不停穿刺，得让他们流更多的血才能对得起宋怀。片刻之后，惨叫声终于停止，已经成为丧尸的两人乖巧的站着，而同时我也感受到庄徒也已经被制服，站在了3只丧尸旁边等待着我的指令。我之领域中的夏一清也早已打服了宁初和于影烈，但却没忍心杀掉两人，放弃离开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正在做美梦的沈梦婷。异能者基地请来的4大高手已经被我解决了3个，如今最后一个最强的沈梦婷却拿着高脚杯在享受生活。然而她浑然不知，这一切只是我通过窥探她心底的秘密，从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幻境，最终揭开了她只是一副皮囊的事实。原来她并不是现在年轻美丽的样貌，而是在发现自己有重组异能后，极度美貌的她残忍杀死了年轻漂亮的同事，然后将自己衰老的容貌重组成对方的样子。可在我的幻境领域中，她如同待宰的羔羊，但为了实验新得到的灵魂契约异能，我便将她当成了第一个实验对象。就在契约达成的一瞬间，我就撤去了领域，沈梦婷混乱的思绪才逐渐清晰。然而当她愤怒的想对我攻击时，自己却在瞬间吐出一口鲜血。幻之镜中我们已经达成了契约，伤害主人的话怕是会遭到反噬吧，并且你在想什么我都一清二楚。一瞬间，沈梦婷的瞳孔急速收缩，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幻境，原来自己依旧不是那个被众星捧月的少女。可她心中还是仍有不甘，自己迷陷在了幻之镜中，那其他队友总是大获全胜了吧？可下一刻，僵直的几人就走了过来，而我就当着她的面将几人给抛了。一瞬间，沈梦婷哭得抖成了筛子。但就在我也想将眼前这个恶心的女人给抛了时，却瞥见远处徐辉尸体的红色晶核颜色暗淡，这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却没看见天上一团不起眼的白光正扫视着众人。最终他如同锁定了目标一样突袭而去。唐月瞬间觉得脑袋一昏，视线变模糊，只觉得自己好像对着据点众人发动了某种异能。突然周密看见女儿有些反常，安安你怎么了？滚开啊大叔，你是谁啊？哈哈哈！1号没想到吧，我的异能还能夺舍，你的数个同伴已经被我重塑了灵魂，如果你不能让我安然离开，我立刻就捏碎他们的灵魂。徐辉啊徐辉，我还是抓紧记录下你最后一面吧。哈哈哈！就你那垃圾，连闪光灯都坏了，还是换了吧。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台苹果14才23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只要2400多。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可我此时心中却有一丝困惑。此时唐月体内竟有2颗晶核，而徐辉尸体的晶核却没有，所以我当即就想做个试验。下一瞬，就在对方惊诧的目光中，我直接掏向了唐月的脑袋，伴随着唐月的瞬间死亡。只见其中1颗晶核瞬间消散，而我手中拿到的只有1颗灵魂重塑晶核。同时被重塑了灵魂的几人纷纷倒
倒地。此时的我不由得叹了口气，随即转头看向周密，发动你的异能吧。周密闻言先是一愣，他没想到首领竟知道自己的异能是什么。首领，我的异能只能睡着了才。闻言我随手就对其使用了范围沉睡。当熟悉的时间面板出现在周密面前时，他用尽了全力才将时间扭转到1天前。爸爸，你流鼻血了！房间中的周密只觉得天旋地转，难以支撑身体站立。而此时我却出现在得到摒弃敛息晶核后，正返回据点的路上。但这一次经历时间回溯后的我，却清晰记得这一天内发生的所有事。要不是那个徐辉，我现在已经吃上了7个晶核准备沉睡。在回去后，我急忙去看虚弱的周密。首领，我要告诉你，没事，你先休息，我都记得，这次不会有事。可就在这时，唐月的妈妈匆忙跑了过来。首领，你快去看看月月吧，她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叫不醒。可没想到我才走到唐月的房间外，就发现了异常。在我的感知中，房间只有一个没有晶核的生命体。怎么会这样？她的晶核消失了，为什么时间回溯没有改变唐月的状态？在周密发动异能前，徐辉夺射了唐月，而我在杀了唐月时晶核消失，那时是不是就说明唐月已经触发重生？随后周密才发动了时间回溯，可当下他却如同死亡一般。难道他的重生优先于睡眠回溯？可重生后的唐月会在哪里？为什么躯体还留在这里，并且我的治愈异能对现在的他没有任何作用？然而现在的我却来不及思考这件事，必须先全力解决明天的麻烦。随后我便再次向众人交代了明天的交战，但我对他们的要求却是明天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走出房间。众人虽有不解，但见我一脸认真，也都不再多言。现在的我并没有搞懂徐辉的夺射条件，在彻底安全之前，我不想他再有任何机会。而崔子轩在得到传送众人的任务后，照旧来到据点附近求放我，可他刚想开口，我就出现在了他面前。刚鼓起勇气的他瞬间感觉有点夹不住。别杀我，别杀我！明天我被安排带人过来，我没法拒绝的。明天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将他们分2次送来。接着便直接告诉了他具体如何做。崔子轩闻言咽了口水。就这样，而就在崔子轩返回基地时，我却发动暗影之力，藏在了他的影子中，一同进入了基地。一是为了防止他会告密，这步棋不能有任何差错；第二就是我还有件事要做。红色晶核星辰愿景持有者，此时他正在李静茹的房间。首领，灭绝丧尸的成功概率为 0.0002%， 灭杀1号的成功概率为 0.03%， 获得2吨牛肉的成功概率为 35%。请问如何许愿？李静茹闻言叹了一口气，牛肉吧。随后的男子来到一处大厅中，奇怪的是，虽然已至深夜，此处却有至少2个小队的人在等候。就在时钟显示到0点时，男子立即双手合十，似乎是在许愿。突然上方不断闪耀着星光，扑通一声，重物落地，地上赫然是一座小山般的牛肉。可在一旁的众人似乎毫不奇怪，许愿成功，搬运组可以行动。这一刻的我急切的想弄死这男子，竟能把我当许愿目标。好在目前概率低的可以无视，但万一哪一天突然就成功了，我是不是就暴毙而亡了？但当下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以免影响了明天的计划。第二天，崔子轩完全按照我要求的先后顺序，先将宁初和尹烈花、冉秋、萧旭4人传送而来。可就在崔子轩身形消失的瞬间，众人面前的领域突然扩大，瞬间将4人吞没。不多时，崔子轩又带着沈梦婷、庄图、徐辉、王爷出现在了据点大门前。可此时令众人毫不起疑的是，他们的眼前任有基地的4人在等待，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他们被送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身处在我的幻之境中。看着眼前的据点，沈梦婷满脸不屑道：“你们江华市的就不用出手，免得再拖了我们的后腿。”可面对这一次毫无意义点头答应的4人，金莲市的几人却没有察觉出任何反常。沈梦婷意念一动，坚固的大门就化作乌有，映入几人眼帘的赫然是空旷的庭院。难道1号知道我们要来提前跑，分开搜索吧？可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在他们每个人的视角中，其他同伴都提出了各种分开的理由，都进行着一个人的探索。此时金属领域中，我的真身出现在了4人面前，那如同猎人般的目光正玩味的看着自己。火神巨锤、春并须请取、木之神都给我拿来！当幻之镜被我撤去，被我契约了灵魂的4人一脸生无可恋，这一次就很轻松的掏出了这个死后还能夺舍他人的徐辉。醒悟后的沈梦婷还是哭出了声，但她发现要是没有我的允许，自己连跪下的行为都做不到。但我还是打算留下这位全队最强，给你第一个任务，在我沉睡后保护好据点。4是被特赦的沈梦婷顿时瘫软在地，此时的未来已经被改变。我立刻去查看唐月的状况，可奇怪的是，她依然没有要苏醒的迹象。看来眼下只有进阶后再想办法。很快我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为了防止吃掉第1颗就给我整沉睡，索性一口气吞下这全部9颗。瞬间一股灼烧感充斥全身，恐怖的黑色能量开始疯狂汇聚。可就在凝聚片刻后，突然一股磅礴的能量冲天而起，向着云霄直冲而上。轰的一声，天空雷云翻滚，巨大的能量从据点冲天而起。我的身体如同黑洞般吞噬着周遭一切，狂暴的能量伴随着电光，如同一场磁暴。躲在远处的众人根本就没有靠近查看的希望。没想到这次进阶的能量如此狂暴。此时远在异能者基地的李静茹冲上天台，远处那令人胆寒的异象让他心中一紧，那不就是1号据点的方向吗？会不会是金莲市的高手们在战斗时的异能量？派出清剿1号的8人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传回，心中不安的他还是拨通了金莲市基地的电话，但孟浩年当即表示派出支援的4人都不具备施展那样异象的能力。闻言后，李静茹彻底慌了，如果这样的能量倾泻不是他们双方的，那么造成这个异象的只剩1号，我需要紧急开个会议，你们把所有收集到的资料和今天最新的信息汇总给我。
此时李静茹的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逃离江华市。现在我想出了2个方案，第一种，重要人物进行秘密转移，但资源有限，只能转移最多30人。第二种，从今日起我们关闭基地，并用异能全面加固，而且要确保星辰愿景与空间之神的持有者不会死，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用之不完的物资。可众人似乎对李静茹的2种方案不太支持。1号不是说了不会对人类主动攻击吗？那咱们可以和他谈判，那种异象说不定就不是1号引发的，会不会是那个地方有什么异能量被触发？听着众人似是荒诞的言论，李静茹眉头紧皱，喝止了众人。实在不行，我还有一个办法。就在一切异象归于平静后，我也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可这次的我却出现在了以前那个幸福的3口之家，有爸爸，有妈妈，还有无忧无虑的我，当然还有和我一起开黑的好大儿送我。我勒个好大儿！你在用卡掉线的手机和我玩我的掏呢？那我没有钱换新手机啊！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台苹果14台23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只要2400多。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可打破宁静也只是在一瞬间。你的父母出车祸，快点来连江第一人民医院！挂掉电话的我看着眼前的场景，感觉有些无力。可突然一个熟悉低沉的声音响起：我可以救你的父母。然而我却似是没听见一样，依旧面无表情。可那个声音再次响起：我可以救你的父母，只要你献上你，给我滚开！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里是幻之境吗？下一刻，我眼前的一切开始缓缓消散，而我的眼中依旧充满不舍。眼前的一切都太真实了，真实到我明知是幻境却不愿醒来，还想着再感受那种失去的幸福，还能不能弥补心中的那点遗憾？可不可能阻止父母的死亡？但过去发生的事是不会改变的，所有的焦急与努力只不过是单纯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伸手抚摸着身边的小辉，此时他身上布满了被撕裂的伤口，很明显他为了唤醒我吃了不少苦头，但在我的抚摸间伤口尽数恢复。你好，我们又见面了。闻言后的恐怖丧尸满脸惊诧，明明上次见面还一脸害怕，现在却浑身散发着压迫感。你不怕我？我也使用过幻之境，在面对强大的异能者时，我会进行简单的评估，如果对方对我有威胁，我会窥探对方的秘密，营造出一个幻之境帮助我解决掉眼前的麻烦。但面对没有威胁的弱者，我更喜欢最直接的武力镇压，这样才比较高效。所以你为什么对我使用幻之境？一瞬间丧尸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可下一秒我的身体竟开始不停的变化，最终2种高低视觉差反转。我用着他那种蔑视的言语再次问道：所以我为什么要怕你？丧尸浑浊的眼球开始颤抖。为什么？我明明已经在他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恐惧，为什么他现在竟比自己还要恐惧？一瞬间我的大手就握住了他整个身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不可能伤害我。然而我的手却开始慢慢用力，下一刻丧尸竟感受到了久违的疼痛。我疯了，杀掉我你的能力也会大幅削弱。可我却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力道。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每次在我昏迷时入侵我的意识？我是你的原初晶核，毒色晶核会随着宿主强大而觉醒意志，我只是想制造恐惧，一步步控制你。快点放开我，杀掉我，你的高级抗性全会消失。闻言我瞬间了然，原来每次吸收晶核后昏迷，都是这个毒色晶核在做铺垫控制自己，而且经过周密的异能回溯后，我还有记忆，都是晶核提供的抗性。只是他没想到这次我吸收的晶核量很大，对我的感知力提升巨大，所有异常情况都被我察觉。但下一刻我的大手却再次用力，不过是一点点抗性而已，我不在乎。丧尸感受着即将变形的身体，终于感受到了即将消散的恐惧。不要杀我，您已经觉察到我的存在，所以我没有机会。我做这么多铺垫，就是想让你对我产生恐惧。我的驱使条件就是恐惧。我知道你不会再害怕我，我以后会全力效忠您的。而就在他说完最后一句话时，我的身体竟开始变小，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而毒色晶核也不再是丧尸模样。一瞬间，他终于醒悟过来，刚才那还是幻之境。你这个小晶核还挺聪明的。不过交易已经达成了，异能者基地中最后一个方案星辰愿景。之前没有完全公开他的异能，是因为过于强大，他的异能几乎可以做到任何想做的事，只不过每件事都有对应的成功概率，越困难的事概率越小。像之前提过消灭1号的愿望，成功概率只有 0.03%， 而且每天只能验证3件事的成功概率，并且只能在0点才可以许愿，所以我们试错的机会不多。转移基地所有幸存者的愿望怎么样？让1号失忆怎么样？这样他就不知道我们讨伐过他。许愿出现一个拥有无敌力量的人类英雄怎么样？我认为成功概率很低，就算实现了，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是下一个1号？我想到了，我们许愿把1号转移走。目前没发现1号有任何远距离转移能力，这个成功概率应该不低，又能解决整个城市的危机。在没有了原始晶核的捣乱，我只是平静沉睡，消化着庞大的能量。这次自己吸收的红色晶核实在有点多，但也确实增强了不少力量。这得吸收到什么时候？小黑你知道吗？主人我也不清楚。您这次吸收的红色晶核太多，正常上一次已经到了临界值，1枚红色晶核已经会让您昏迷，这一次您居然直接吸收了9枚，那你说说像你这样的晶核有多少？主人我不清楚，觉醒意识前我是没有记忆的。那你给我再造个之前的那种梦吧，不过是要和好大儿在家打游戏的那种。基地中的李静茹正满脸焦急，怎么样了？转移1号成功的概率有没有上升？贺磊摇摇头，一脸无奈，依旧是只有 23% 的成功率，这已经是他们第4天测算，也是众多选项中最有希望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只见李静茹面色一狠，今晚再是最后一遍，要是还是不行，就立即启动 B 计划，不能再等了。时间很快就到了午夜，房间里的贺磊双手合十，虔诚祈祷，让1号快点离开这座城市，能转移多远就转移多远。下一刻，稀疏的星光不断汇聚，它们忽明忽暗，持续闪烁。虽然仅仅只是片刻，贺磊却觉得无比的漫长。可突然，点点星光爆发出惊人的亮光，很明显，这一次贺磊竟然许愿成功了。